喽，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看一下你们什么样子的愿望即将要美梦成真呢？宇宙即将要带给你们什么样子的好消息呢？那我们这个占卜的期限呢是3到6个月，也就是说从今天呢你听到这支影片开始的3到6个月内会发生的好消息哦。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属于第一组你们的一个验证牌哦。好，我们的第一张牌是第35号 The Consolations of Isolation。好，就是这一张牌啊，它是一只毛毛怪哦，然后他一个人呢走到森林中，森林的最深处，坐在一个木桩上，他好像在抬头望着天空，然后这边呢有一只鸟，好像要陪伴他一样，红色的鸟哦，在飞到他的鼻子这边，好像要跟他对话。那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呢，现在可能是处于一个社交比较没有那么活跃的一个情况哦，就是说你们现在比较像是大部分的时候可能是独处自己一个人，那你们身上有一种孤独感，你们可能之前经历了什么事情，你现在觉得心有一点累，有一点受伤了，所以想要退回自己的小世界。有些朋友可能是在当前的那个生活环境，在工作上有一点格格不入，所以你会觉得你在跟自己独处的时候会比较能够放松。那还有一个讯息是，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有一些人啊，你们心中有一个令你没有办法完全放下的能量，一个人，你对他的感情比你想的还要深刻，而且你觉得你跟他的连接并不是说断就断，并不是表面上看到的这么的简单哦。你还在可能为了这个人有一点点烦恼，有一点点苦恼，就是你明明觉得应该要往前走了，但是呢，你又还陷入在这样子的情绪中，可能你当前跟这个人沟通不是这么样子的顺畅，或者是说你们两个发现在同一件事情同一个原则性的事情上，你们两个的价值观很不一样，以至于关系有一点停顿了，然后你现在好像有一点退回来，坐在自己的这个小世界中，但是这边有一只鸟，刚刚说过它是来安慰你们的，所以我觉得虽然你们现在是独处的，是自己一个人的，但是我觉得你们并不是真的把自己的心关起来，封闭起来，而是你们此时此刻啊，你不想要摄入那些你不愿摄入那些所谓无谓的干扰，所谓的那些纷扰，那些俗事，你想要清净，对，你想要清幽，但是你们的心啊，不是完完全全的封闭哦。如果有对的人、对的时间、对的场合、对的契机出现的时候，你们其实会把频率调整好，走出来，跟这个人、跟这个能量展开互动。就像如果你们遇到了这只漂亮的红色的小鸟飞到你们身边，跟你们说说话的时候，其实你会愿意跟它对话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组朋友，你们目前很像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的过日子，就是你虽然是孤独的，你虽然是看似一个人的社交比较没有那么活跃的，可是我觉得这个你们是自我选择而来，所以你们并不是内心空无很匮乏的。那有一些朋友啊，我觉得你们很渴望遇到这一只红色的小鸟，你们渴望遇到一个能够读懂你灵魂的人。有些朋友，你们可能目前身边已经有家人、有朋友，甚至有些人你们结婚了，有组建自己的家庭，可是你心里啊却觉得好像有一块没有真正的被填满。你们在外啊，在社交上可能还是可以如实如常的应对的很好，可是真实的你的内在小孩好像没有办法去被展现，或者是说你曾经展现了，你曾经说出来了，但是你的感情对象好像没有办法懂，没有办法接受，你觉得有一点点失望所以你还是退回来了。退回来有点像是修身养息啦。
我觉得不管你们今天呢处于什么样子的一个处境，你的年纪是大还是小，你们都保有一个期盼，这个期盼就是你希望你的灵魂可以被理解，可以被温柔的对待。好，这个是第一张牌的一个讯息哦。好，我们再看一下接下来的这个塔罗牌的部分哦。第一张牌是冬天3哦。好，第二张牌是夏天8。好，这个是维多利亚精灵塔罗牌。好，第三张牌是0号的愚者牌。好，这个第一张牌的能量，第一张塔罗牌的能量让我觉得有一点点揪心，是这张牌啊，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是一个舞台哦，很华丽的舞台，那上面有一对男女主角正在卖力演出，而下面呢在这边有3个三姑六婆，好像拿着扇子，然后在说人家闲言闲语，在八卦。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我看到好像过去啊有一些人在你们很努力很辛苦的时候呢，他好像在八卦着你，或者是说嫉妒着你，或者是说扯你的后腿。我觉得你们可能在工作啊，或者说在外在，或者说在哪一方面的表现是还不错的，或者是说你有一段令人很倾羡的恋情，或者说看似很美满的这个家庭哦，然后你身边可能你感到有一些人他对你不是这么的友善，然后你可能就是在不知情的时候察觉了，本来你以为是朋友的人，但是他原来在背后好像议论着你的一些是非等等的。然后这一组的朋友啊，我会觉得你们的能量给我感觉起来就是你们不大会去好像面对面的跟人家争执吧，你们有的时候啊会忍下来，因为可能这个人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小不忍则乱大谋，因为你知道如果你花费太多心力在跟他们牵扯的话，其实你会很累，因为这种小人就是很像是蚂蚁一样，你弄了一只，你撵走了一只还会有。那我看到的是啊其实宇宙这边呢有一个讯息给你们，就是有的时候忍啊，是不错，是很好的，但是忍的太多会让人得寸进尺，所以你们的退让其实要有一个底线其实他们如果在背后啊，或者是说在八卦你，或者是说在说你闲言闲语，它有一点像是在造业啦。那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真的是身上有很多的光芒在闪耀，我觉得你们的灵魂会唱出一个嘹亮的歌声，所以最终啊，你们的能量跟你们的光芒是可以去掩盖住那些闲言闲语的，因为你们过去啊一直很努力很刻苦，寒梁刺骨嘛，或者说你们很努力的在积累，所以我觉得时间到了，你们确实会有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绝对会出人头地。那宇宙要提醒你们，你们的善良，你们的努力，有的时候也要带有一些锋芒，当你够亮的时候，那些小人其实不敢过来，当你站出来为自己说话的时候，那些小人其实不敢在背后去讲这些八卦，所以我们的能量更加的强大起来，你们的能量会更加的强大起来，宇宙也不会允许这些人在背后持续的做一些伤害你能量的事情。好，接下来我们是这个夏天的8，夏天的8在说什么呢？精灵啊，他离开他原本居住的地方他带着他的小行囊离开了这个已经干枯的河床，他要去找一个新的可以居住的家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可能目前在处于一个新旧能量转换之际，你从一个已经不服务于你的环境中离开，你们可能离开的时候有一点点不开心，有一点点生气因为你会觉得这个地方这个工作，这个生活圈，这段感情我努力了很久为什么我现在又要从零开始打拼，或者是说明明这件事情不是你造成，这个错误是别人造成的，你们就要去承担那个后果，去面对那个背叛
我觉得你们在往前走的过程中啊，会有一点点心理的拉扯，你也觉得生命中好像充满了很多的变动，很多的变数，好像时不时会有一些程咬金杀出来打乱你现在的那个计划。就像你本来觉得这个地方是可以居住的，这里是有很丰沛的水源，然后这个地方很丰美，没想到谁啊就把这个水源给截断了。所以我觉得你们生命中可能过去应该是过去的事件应该已经终结了，过去确实是有一些变动，然后在某一段时期这个变动是很频繁的，让你好像被训练的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已经心如止水，因为太习惯这样子的变动了。然后我看到这一组的牌，你们虽然会有拉扯，可是呢我们后来出现的是愚者的这个能量0号牌，所以我觉得你们马上就要踏上全新的一个旅程了。你们有的时候的这个不舍，这个回眸它其实是有点像是做一个总结，为过去的自己做一个总结，而且你们会知道现在事情的这个状况它并不是完结，我们才走到了一半而已，现在的这个等于说现在并不是结局，我们的书我们的文章还没有写完，这个故事我们还要看到最后。所以我觉得你们在往前走的同时也是在断舍离，你会将过去一些你不喜欢的东西，不喜欢的能量推翻，让那些不适合你的感情或者说人让他们离开你的生命中，你们会去放手一些事情。然后我看到这一刻是完完全全属于你们的，因为你们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你要走自己的路，你要为自己做决定负全责，你们要将一些业力的能量关闭，不好的能量断舍离，打开心房，打开心门，重新迎接新的人事物。而且我觉得这一组朋友你们有一个很棒的特质，就是你一转身之后，你就会有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心，你们不会再回头，你们不会再留恋，你们自死地而后生，你们会浴火重生。你们可能在还没有下定决心之前，真的会有很多的内心的拉扯，可是你们一旦决定之后，千军万马谁也拉不了你。好，我们看到愚者是一个全新的旅程，全新的开端，他很开心的要往前探索，而且他身边有非常多的精灵，就是非常多的精灵来带领他指引方向。所以我看到的是宇宙会派这些小精灵小天使在你身边帮助你指引你。有些朋友看到的是你们在断舍离的，或者是在想要做一些改变的，这个新旧能量交换的是一段感情。这个断舍离并不是说你跟他真的分开，有些朋友你们可能是真的断联，可是有些朋友我觉得这个能量并不是分开，而是让彼此静一静，就是说你们现在的状况是先把这一段感情彼此放下并不是放弃。你们可能过去有把话摊开来说，或者是说两个人没有，就是不管你们有没有好好的去说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们其实都很想要知道一个原因，就是在这段感情中，你们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变到现在这样的状况？我觉得不止你，可能是你跟对方同时都迷失了，同时都找不到当初那个爱情熟悉的样子。有些朋友你们可能是和平的分开，但即使再和平的分手告别，心里绝对会有波折跟阵痛还有挣扎。而且我看到的是，如果你们当初是和平的分开的话，其实在彼此的记忆中是留下很多美好的画面，美好的回忆的。那个好我觉得会被記得，就是在时间洗涤之下会冲去那些坏的，留下好的。所以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虽然在感情上好像暂时告了一个段落，但是也重新开启了一个新的契机。不论这个新的契机是新的人或是旧的人，愚者这一张牌都将为
我们开启一个新的大门，而且是值得期待的一个大门哦。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蓝天使神谕卡哦，最近新买的这个神谕卡，我觉得非常的漂亮。好，第一张牌是我们的11号牌，我们的回忆哦。好，这张牌很漂亮哦。在高山上，其实有一道彩虹，而且这有那种圣光的感觉，圣光照耀。好，第二张牌是7号牌，金色的光哦，一个人哦，好像是一个收到者。再往前走，前面呢应该是有一个很大的蜡烛吗？或者是说这个是一个通往某一个神圣的地方的一个引导的金色的一个光哦。好，这两张牌是什么呢？这一张牌是回忆，我觉得接下来宇宙给你们的一个美梦成真的机会，有点像是你们会在过往的回忆中去发现一些重要的事情，那些事情不是用眼睛可以看到，不是用理性可以去分析的，那个是要用你们的直觉、感受力去感觉，要用你们的灵魂去发现的。也就是说呢，我觉得你们可能会陷入到某一种回忆中，可是你陷入的那个回忆不是不好的，而是好的。你们会对很多比较纠结的情绪放手，而且我觉得你们的心或者说你们的身体会慢慢的放松。你会开始想起过往，从以前到现在，你生命中许多美好的祝福。当你觉得很低潮的时候，我觉得一些美好的回忆会来温暖你。这些记忆就像宝石一样，会慢慢的浮现。我觉得你们可能会重温过去跟某个人相处的时候的悲伤、欢乐、痛苦。他可能是你的朋友、你的家人，或是你所爱的人，然后很多珍藏的瞬间啊，都会就像下雨一样，就是会整个打在你的身上，打在你的身上是充满了喜悦的，然后也有一点点这种酸酸甜甜的感觉。然后呢，我会觉得你在这样子回忆的过程中啊，你其实会想起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有些朋友你在一段感情中，你会发现当时啊，你自己也太意气用事了，其实对方他也是爱你的，只是当时他爱你的那个方式不是你能够接受的，可是你能够去，现在可能你回忆起来能够去读懂对方话语跟行为背后的意思。也许他是爱你的，可是他表达出来的那个方式是比较酸的，或是说他用激将法，或是他用一些生气的方法在逼你离开，但是他内心其实是想要你走。有些朋友就是有些人你面对的情感对象，当他还不是那么成熟的时候，他可能会用一个幼稚的方式来表达他心里难以表达的情绪，他可能表现得很愤怒，但是他内心其实很不舍，或者是说他表现得很冷漠，但是他内心还是有很多的拉扯。有的时候当你们往那个回忆去看的时候，会看到很多就是有一点因为彩虹之光，你们可能会从不一样的角度来看这个过往的回忆吧，然后你会发现可能令你很伤痛的事件，在时间的洗涤下，在彩虹之光的洗涤下，你会发现很多美好的不一样的事物。或者说有些朋友，你跟你现在的伴侣经历了一些冷战，经历了一些纠结，或者说不知道就是变成习以为常的室友生活，然后我觉得你们会有一段时光去回忆。好，宇宙会让你们陷入到某一个回忆中，你会想起对方的好，或者是说这个回忆是有关于你对一件事情的初衷，你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工作，你当初为什么要坚持这个兴趣，这个副业，到底是为什么呢？你们想起来了，你们不再迷失了，你们找到你的这个本源，你找到你的初心，因此我觉得你们会从这个回忆中获得很多很多的支持跟力量。然后这张牌超厉害的，金色的光，
爱的光芒正在照耀着你。这张牌代表着疗愈，有些事情它会被疗愈，有些事情它会有一个结果。当然我们在走这个疗愈，在走这个通往一个结果的道路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很难，有的时候会很长，需要很多的时间。但是我看到的是，其实在这一条金光闪闪的道路中，其实这一组的牌啊，宇宙告诉我的讯息是，你们始终至始如一，始终都坚持自己的目标跟道路，即使说可能在前往这个大方向最终的那个目标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微调跟因为阻碍而产生的一些改变，可是我觉得你们最终想要去的地方是不变的。因此啊，我觉得你们会有一天突然发现，其实你渴望已久的东西已经慢慢被显现出来，就像这个金光照耀一样，在这个金色的光芒下，你看到你一直以来所期待的事情，它将要显现了。而且这张牌有一个治愈的能量。第一个治愈的能量，我觉得它会治愈你心里的伤，或者是说，如果你有一些需要治愈的一个情况，或者说一些关系也跟某一个人的一段关系，它都会得到治愈。而且有一天呢，当你走到了这个路的最顶端，就是你完成了这个治愈之旅，你被这个金色的光疗愈之后，内心饱满丰厚了之后，你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是必经的。你为什么要走这么艰难的路呢？它是为了使你更加的强大，更加的聪明。而且我看见一开始是金色的光在照耀着你们，然后去显化你的梦想。接下来你们本身会成为这道金色的光，你表现出来的这个勇气，你表现出来的力量，会对你周遭的人产生正面积极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最后这个金色的光是从你们灵魂中，是从你们内在散发出来的一个永恒的光芒，它可以帮助你持续的创造爱，持续的创造光明。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上天为你们开启的一道幸运之门，你们在人生下一个阶段会迎来一个高峰。这个高峰很可能刚刚说的是一个有关于内心的疗愈，内心的治愈。我觉得你们会有一种可能之前是一个比较孤独或者说比较封闭的状态，然后慢慢的走出来散发的光跟热的能量，你们在能量上已经升级了，你们升级成最好版本的你自己。而且你们是一走出来的时候，好像就是金光闪闪，金光照耀在你们的身上。因为我觉得你们在独处的时候，你们在一个人的时候，你们其实想了很多，也获得了很多的力量，或者是说你们去学习了很多的东西啊，然后去充实自我等等。所以当你们被怎么说被引导出来，就是一开始你们是看到前方有金色的亮亮的温暖的光芒，你们走出来之后，你发现原来这个光并不来自于外面，而来自于你的本身，所以你们开始发光发热。我觉得有一个荣耀之门啊，即将为你们打开，荣耀之门，成功之门，很多人会因你而鼓掌，很多人会因你而喝彩，很多人会给你很多很多的支持，有点像是你会成为众人力量之所在。真的，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身上那个力量要被激发出来，它具有无限的可能。可能你听到现在，你真的会不可相信，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但是宇宙接下来会给你很多的机会，让你去看见你们是多么有力量的，你们可以去实现你们所想要做的事情哦。真的，在你们身上是有很多的宝藏等待被挖掘。好，我们接下来啊，再看一下其他的塔罗牌哦。好，第一张牌呢，我们是宝剑六。宝剑六这个女生啊，带着她的行李要远行哦，然后她前方啊有3只乌鸦正在好像帮她引导要前行的那个方向。这个女生披了一个
大红色的围巾，红色代表火，代表说我觉得他内心是非常有热情、非常有力量的。宝剑六出现在这边呢，我觉得你们内心经历了某一种转变，这个转变呢，可能是因为你过去经历了一些事情，而现在你下定决心要做的那个决定，那个决定就是你想要转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你可能放弃了一些东西，你不得不放弃，你有一点点悲伤，可是理智告诉你说，继续前进才是最理想的一个选择哦。而且你们有一种向外寻求力量的念头，我觉得你们会有一个非常强烈想要重新开始。然后这一张牌啊，大家看到3只乌鸦，乌鸦在西方啊是这个长寿智慧的象征，它也是英国的圣鸟，在伦敦塔啊随时都有那个6只乌鸦在守卫着，它是一个守护的神鸟。所以我觉得今天呢，好，3只乌鸦在这边帮助你们，守护伦敦塔的神鸟也在守护着你们。它为什么要守护你们呢？因为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一路以来都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就是不管是逆境还是顺境，我觉得你们都会努力的去做，不管身边的人怎么八卦，这些小人闲言闲语去说什么，你们都还是很坚持你们心中认为的正道，你们也不会去跟那些小人瞎搅和。所以我觉得今天宇宙很想要去帮助你们，所以今天这个转向，宇宙是为了要有一点像是设下阻碍来告诉你，前方其实有更好的一个路哦，宇宙其实是为你开路，所以他派了这3只圣鸟来帮助你，来好像引导你到一条更美更大的一个地方，让你可以去展现，让你可以去充分显现出你的才能。有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离开它，并且重新开始。所以这个离开并不是好像失败的离开，并不是一个像懦夫一样的逃走。相反的，这个是这一组朋友，你们运用逻辑、理性跟客观的分析之后想清楚之后，你们决定要离开，你们决定要前往新的一个方向，而宇宙绝对会保护你们的。然后这张牌出现在这里也有一个如果过去你跟别人有一个官司，或者说有一个争斗的话，我觉得那个吵架那个官司即将要落幕了。或者是说如果你们过去跟一个人在冷战，或者说跟一个人好像吵架吵得很凶，感情上某一个面向来讲，我觉得你们那个痛苦的形式将要结束，你们的关系会从痛苦中重生，并且有一个和解。但是这个和解之前就是2个人要先将过去抛开，那些不好的东西抛开脑后，下定决心的离开那个吵架，就是说那个比较阴暗，关系中比较阴暗的那一面，2个人都愿意往前走。往前走不一定是要面向面的走，有的时候你们背对背的走，但是回过头来是可以绕一个圆，然后再看到彼此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有一些有跟旧人和好的讯息哦。那如果是单身的话，我觉得你们会把一些过去阻碍你进入感情的那个障碍，可能是你心里的障碍，或是其他方面的障碍移除。因此你可以真正的前往你自己所想要去的一个地方。那另外有一些朋友，我觉得在工作上这张牌有一个超级好的讯息，你们即将要前往的这个地方会让你们有很大的舞台，很大的空间发挥，它有一个阶层性的一个跳跃。也就是说你们经历了这个转变之后，我觉得你去的地方它可能比如说更轻松，但是薪水更多，或者是说那个地方的老板超级赏识你，你可以在那边工作的如鱼得水，或者是说你新进入的，或者说新调整的事业方向是很适合你的，就是做什么样都赚钱，做什么样都很顺利。就是我觉得乌鸦这3只鸟神鸟，它会引导你们到适合的位置哦。
接下来呢，下一张牌哦是圣杯五哦。好，圣杯五是火星在天蝎哦，火星在天蝎一样哦。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有一个非常顶流、非常顶直的这个人格特质，就是我觉得你们意志很坚强，在情感上啊，我觉得你们很感性，然后也是一个会执着的人吧。那有的时候哦，这个执着可能会，如果遇到很生气或者说很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它可能会变成是一个报复心。那圣杯五在这边呢，我看到的是你们非常想要诚实，非常想要真相哦。火星在天蝎座，就是如果有人欺骗或者说欺瞒天蝎的时候，天蝎都会努力的想要找出真相。而且我看到的是你们可能觉得，就是结合前面那张牌，你们常常会觉得自己没有被理解，你们很想要在人生的道路上去追寻一个可以真正读懂你的灵魂伴侣。我觉得你们在感情上是非常浪漫的，你想要遇到一个人，他能够看见你，读懂你，而且跟你相处的时候能够去接住你的情绪，处理一些比较复杂难解的情绪。比如说你们大哭的时候，他可以去接受，他可以去安慰；你们大笑的时候，他可以去跟你一起笑。当你情绪起伏比较大的时候，他处变不惊。我觉得你们可能有在想要寻找一个可以完完全全去接纳你的伴侣。圣杯五在这边呢，我看到其实你们过去到现在真的已经累积了很多东西，你们攒了5个杯子哦，可是不小心哦，这个女生哦走的时候跌倒了，你看她的脚啊被一个圣杯绊倒，然后好像这个圣杯中本来攒的那些金银财宝、那些宝物啊，那些很珍贵的东西，就是像沙一样流泻到地上了。然后这里好像还有一个什么龙卷风，可能是这个龙卷风让他跌倒，让他受伤了。好，圣杯五出现在这边呢，我觉得你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你们可能过去经历了一个让你很生气，或是说很不开心的一个事件，就是你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可是有一些人出现在你身边阻碍你，或者是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时运不顺吧？为什么会突然杀出程咬金？突然必须要面对什么样子的一个困境？让你措手不及的感觉。那在这边呢，有些朋友真的是被绊倒了，不管是在感情、在工作、在生活上。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其实你们稍微的这个跌倒，它真的只是一个休息哦。因为我看到你们真的是过去到现在已经累积了很多，而且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的这个绊倒，就是你觉得你稍微跌倒了，其实是因为你对你自己要求很高，可能别人觉得，你现在一切都还不错，可是你就会想要更好一点。比如说，你会觉得我想要去争取一个更好的职位，可是我面试都没有被接受，你就会觉得伤心难过。但其实可能在别人面前你们过去真的已经有很好的积累了。那到现在我觉得目前这个阻碍的能量宇宙要告诉你的是，其实往下看在这个暴风圈的中心它好像透露出一个什么耶？好像有一个白白的东西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礼物，或是说智慧，等待大家去挖掘吗？这张牌请大家要留意的是，就如果你目前有一个令你比较难过的事情，或是说一个困境的话，宇宙请你保持理性跟中立，因为一切都还有转圜的机会。当你面临了一个很深沉的失望，当事情跟你预期的不同的时候呢，你们并不要好像关注在这个问题的本身因为有的时候那个转换、那个变动是来得非常的快的。因为这张牌还有一个意思是说，其实你们可能并没有实质上的有那种物质或经济上很损失，或者说很匮乏的一个状态。有的时候主要是你们情绪上的，你们没有办法好像放手，或者说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就是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去争取到这样子的职位，可是怎么没有办法，或者是说还想要更好一点的那个心情然后
我觉得你们其实也是一个，因为你们是一群愿意努力、愿意付出的人，而且你们是一个，也算是，我觉得对宇宙来说，你们不会跟宇宙去要的很夸张，要的很夸张就是说，哎，宇宙啊，我的愿望清单是你给我中头彩，我就不用工作了，或者说啊，你给我一个富二代啊，最好是全国首富啊，这样我就可以马上辞职，然后过很好的、很优渥的生活。我觉得你们不会去许下一些很夸张的承诺，相反的，你们信奉的就是我有努力就有回报，我就是用我的手来得到我想得到的东西，你们付出多少就得到多少。所以其实你们过去的积累到目前为止那些东西啊都将成为你的智慧。现在即使稍稍遇到了一些阻力，不顺畅的状态，好像打破了某一个平衡，最后啊都会被恢复。而且目前的这个中断的状态，不管是感情上的中断、工作上的中断，或者是梦想上的中断，这个都是暂时的，它是为了要让你休息你可以在坐下来的时候稍微的去休息一下，稍微的去看一下天上的星空，稍微去喝点水。你们过去可能真的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或者说在工作已经经历了最困难的时候，那你们在好像要享受某一个成果，或者说在感情中跟这个人度过了很多艰难险阻，度过这样子比较，就是你陪他一起吃苦之后，你可能觉得应该要享福了，但是好像出现了一些事情让你没有办法按照原本计划中的那个步调或者说节奏去过你想要过的生活，然后你可能觉得很多的努力都要从头来过，但是呢，这里绝对都会有转圜的。宇宙告诉你说，在这里啊，你可以去重新的发现机会。乐观的人会把危机看成转机，那悲观的人就觉得跌倒了就真的是一个危机了。我看到的是宇宙告诉你，它不是一个危机，它是一个转机，所以你们要正向的去看待生命中的那些不如意。其实有的时候跌倒就是在给你们一个提醒，在给你们一个警示。也许你太专注往前走的时候，你会忽略到生活其他方面的平衡可能是你的身体或者是说你的家庭，或者是哪一方面的状况。有的时候宇宙会要强迫你休息，或者说强迫你去给自己多一点点的时间吧，真的。在这一张牌在这个暴风圈的中间我看到的是它是一个新的希望跟新的礼物等待被发掘。好，接下来呢是美人鱼月亮牌月亮牌代表的是一个我觉得对灵魂的渴望吧。有些朋友你会觉得哇，你们真的是表面累积了很多风光明媚，但是你内心，我觉得再一次的在讲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内心渴望被理解，你们很渴望去看见或者说发现某一个事实的真相。可能你目前对某一件事情抱持疑虑，你不确定这个人讲的话能不能够相信，或是你无法确定你肉眼所看到的是不是就是真实呢？你们心中可能有一些秘密是没有办法去跟别人诉说的你心中可能很想念一个人，但是你没有办法去跟他讲。我看到的是月亮这张牌你们有很多的情绪，但是这些情绪这些内在的阴晴圆缺都是你们走向平安的起点这些情绪是为了要把你们的灵魂重新再爱一次我看见你们的灵魂最终会被抚慰，你们会走出那个情绪的迷宫，你们会找到出口。我觉得很多时候也许
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会在感情中渴望一个人去爱你，为什么不多爱你？为什么不看我，多看我一眼呢？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这样子，好像心中在哭喊的，你会觉得自己的努力好像被辜负了，你会觉得过去自己拼命的付出，掏空自己，想要让对方好像重视你的那个心愿落空了。那我觉得有点像是掉落到情绪之海中，你们很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这个时候宇宙就是要伸出援手来帮助你了。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呢，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他会把你温柔的承接起来。可能你过去相信拯救你的人只有某一个人，你可能觉得你要跟他在一起才是幸福哦，没有了他，你的人生好像就是黑暗，就是没有太阳。其实这一张牌告诉你，在黑暗的夜空中还是有月亮的，生命当中的月亮，目的是要帮助你看见潜意识真实的自己。你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你们不够诚恳的去爱自己，不够真实的去爱自己。当你们足够的爱自己，足够给自己力量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某一个人的离开啊，对你而言啊，就不会那么的有伤害。而且我觉得这一张牌也包含了你们会真正的看清楚一个真相。你可能会理解说，其实这个人离开真是太好了，因为你跟他继续牵扯下去哦，可能你痛的不是1年，而是几十年，甚至如果你跟他结婚之后，很多问题会慢慢的浮现。等到你过往回想起来，你才会发现啊，我当时那个断点出现的真好，还好当时因为什么样子的能量，或者说因为某一个小三我们分开了，还好，我觉得它有一种智慧的感觉，月亮的智慧照亮了你，让你去看见有些人真的是应该要断舍离哦，有些人真的他只是一个能量上的吸血鬼，或者是他本身是一个自恋型人格的人，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你的情绪只会不断的翻腾哦。你们本来就是漂亮的美人鱼，你们本来就是要在岸边歌唱的不是应该被沉入情绪之海里的。所以这一张牌月亮的出现要告诉你们说，要好好的爱自己，而且宇宙会帮助你发现一个真相。然后我觉得你们发现那个真相之后，不会觉得很惋惜，而会觉得好加在你离开了一个环境，你离开了一个人，或者说你当下做了什么样子的决定，当时可能是很不舍得离开，你现在回头过去看去想，会发现还好离开了，因为现在的生活，接下来的生活将会更加的美好。也有些朋友你是真的看清了一段感情的真相，你跟那个人你们是可以好好把话说开，可以好好再爱一回的。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遇到的都是能量吸血鬼，有些朋友你们遇到人真的不错，只是过去你们两个有一些结解不开，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谈论。我觉得这一张牌也有一个能量，可以让你们好好的在情绪方面对接去做沟通。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到魔术师出现咯，魔术师的牌，天蝎座第8宫有如魔术师的这个天蝎很神秘，很不可捉摸的。然后呢，魔术师对应的是水星水星是一颗中性的行星，遇凶则凶，遇吉则吉。那这一张牌宇宙要给你们的是很厉害的一个能量天蝎座呢是12星座中面积最大的星座，它是由于一群很这个明亮的行星组成，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容易辨识。这一张牌出现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如果是单身的朋友，你们有机会遇到一个人，他就像魔术师一样，他是有点幽默风趣，而且非常的聪明，非常的乐观开朗。可是有的时候他会在跟你对话的时候透露出一些你好像
没有办法去捉摸的情绪，就是我觉得这个人有一点点的神秘，可是在大部分的时候，他都是给你满满的安心跟这种温暖，特别是这个人在小细节上非常的体贴，这个体贴会让你印象深刻。我觉得这个人的形象蛮完美的。那这个魔术师啊，我觉得很可能是你们的一个贵人哦，或者是说他是你们的灵魂伴侣。他本来啊，我觉得这个魔术师他是一个蛮强大、蛮有这种强大力量的人，而且他在遇到你之前啊，他可能如果是灵魂伴侣的话，他可能本来是不就是没有要谈恋爱的，他可能就是很沉迷于他的魔法世界的建构。可是他遇到你之后啊，突然有一个难以言喻的情感哦。过去这个所向披靡的魔术师哦，他突然感到他并不是能够掌握所有的未知哦，他心中突然有一个恐惧。这个恐惧是因为他真的爱上了一个人，而这个恐惧就是他对于爱的无知哦。他在爱面前是那么的渺小，他在爱情面前是这么的无知，所以他会觉得这有一点恐怖，但是却又让他难以自拔。其实这个魔术师啊，他有一个无所不能也无所畏惧的能量哦。在你们出现之前，他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的形象，可是在你们出现之后啊，我觉得特别是单身的朋友，他会很想要牵起你的手，或者说很想要跟你在一起，很想要看见你的笑容，然后你的一举一动啊，你的反应啊，或者说你对生活的各种看法等等的，他都想要去多多的了解你。而且我觉得魔术师遇到爱情之后啊，他不再无所不能，他不再所向披靡，因为他心中有了挂念，他心中有了牵挂。有的时候你啊，才是给魔术师勇气的人，他需要勇气，他需要去学习要怎么样面对你，然后又不害怕失去你，去跟你谈一场好好的一个恋爱。所以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会遇到的人，他是灵魂伴侣，这个灵魂伴侣像魔术师一样，他绝对是一个很强大的人，他可以从无到有显化出很多的东西。可是在这个强大中，唯有你啊可以去看清楚他内在最脆弱以及最神秘的一面，也就是因此他非常的喜欢你们。那天蝎座啊，他第八宫，他是第八宫，也是一个再生之宫哦。第八宫啊，它跟那个代表自我价值的第二宫作为相对，所以它代表的是一个他人的价值，也就是说你从他人那边获得的一些帮助，包含了经济上、心灵上跟物质上。我觉得你可以从这个贵人哦，如果他不是灵魂伴侣的话，他就是贵人，可以从他这边获得很多东西，比如说钱啊，或者是说一些重要的资讯啊，或者说心灵上的安慰啊，或者是说一个很稀有的一个资源等等的。有些朋友如果他又结合了贵人跟你的灵魂伴侣的话，这个魔术师我觉得有点像是他可以你跟他结合之后得到了很多的力量，比如说你跟某一个人结婚之后得到了很多的金钱，或者说你跟某一个人某一个贵人结盟之后，你们可以组织合作成一个很好的商业的模式哦。有可能你收到的这个魔术师是你收到的一个讯息，一个邀约信，一个合作信，这个合作信会打开你的知名度，增加你的粉丝等等的。所以这张牌啊，我觉得有很多很多正向的讯息，而且就像天蝎一样，它很神秘，它总是可以出其不意的给你带来惊喜。你现在看到的只是刚开始哦，它接下来还会有更多更意想不到的一个结局哦。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下一张牌。下一张牌是这个皇后，而且是金币的皇后。金币皇后她非常悠哉的坐在一个沙发椅上，这个沙发后面是一棵参天巨树，而这个皇后她头上裹着一个包巾，也是绿色的包巾，而且上面还长满了这个枝芽。这一张牌啊是土象星座摩羯的能量哦，很务实的一个能量，代表说
我觉得啊，你们在人生中会更加的清楚你的人生要什么。我看到的是你们在财富上会很安全哦，这个安全可能来自于前面这个魔术师的帮助，他给你带来很多的财富，或者是说，他给你带来一些理财的资讯，让你们更有理财的头脑，或者说对的一个投资方式哦。我看到这个具象的能量，代表说有些朋友你们可能会开始想要，内心可能有置产的念头，或者是说，你会想要有属于你累积属于你的一个资产哦，不论是你的物质或者说你的事业啊，我觉得都会像这个金币皇后背后的一个大树一样，它会成长，它会扎根扎得很深，然后它会成长，它会变成参天巨树，最后这个树上啊会有非常多美丽丰盛的一个果实哦。因为这一张牌就是摩羯座第10宫的牌哦，生命就是从萌芽开始，慢慢的茁壮散发，开花结果，然后再散播那个种子。这张牌真的是宇宙要给你们的一个回馈，因为你们之前啊经过种子的阶段，你们经过日晒雨淋，你们经过无数个寒暑的更迭，你们经过了宇宙严格的考验之后，你们存活下来了，你们累积了很多现实世界生活的一个资本了，所以宇宙绝对要给你一个很繁盛的未来，让你们有这个开天辟地的这个能力哦，你们会有很繁茂的枝芽，就像皇后背后的一个大树一样。那摩羯座的第10宫，它代表的是一个大舞台哦，而且这个舞台啊，它跟第6宫的那个职业是不一样的。第6宫的职业，它就是一个你生存的一个工具，你被交办的那个任务而已。但是第10宫的这个大舞台，它并不只有很单纯的我去上班而已，它更代表的是一个志业，你的使命，你的主动性。我看到的是你们会找到一个心之所向，真正热爱的那个志业，那个方向，而且你们会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上，这个位置会让你带来源源不绝的这个财富，而且这个金币哦，它是存得下来的，这个女王皇后她牢牢的握在手里。那这一张牌也代表了，除了这个金币的累积之外啊，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们也会建立属于你们的品牌形象，你们这个人就是一个品牌，你们会得到很良好的社会的声望跟评价哦。有些朋友你们可能成为众所瞩目的明日之星，有些朋友你们会成为一匹黑马，在众多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那这一张牌啊，也有一个，因为她是一个皇后嘛，也有一个，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会受到母系的长辈所影响，间接的影响，因此啊，我觉得你们会很容易适应一些变动比较快的行业吧，或者说你们会容易在工作上发挥你们的柔性特长。有些朋友你们可能会在公司中担任顾问、辅佐者，或者说秘书，或者说在家庭中担任照顾者的一个角色。就是有些朋友你们会发挥你们的柔性的特质，在生活中、家庭中都成为一个很好的辅助者，有点像是皇后在辅助国王一样，很棒的一个能量。有些朋友这边可能会成为专业的一个顾问，或者是说什么样子的一个讲师哦，在众人面前展现你们的一个能力哦。我觉得这一张牌会有钱，而且这个钱呢是扎扎实实累积下来的钱，谁也抢不走。所以呢，我觉得这张牌的出现代表说，在事业上结合魔术师的能量，你们会广结善缘，会有人来帮助你，而你们赚的这些钱呢，都是能够存下来的。好，再来看一下，接下来这张牌是权杖4，金星在牡羊，在第1宫哦。好，那这张牌就是好开心哦，拿着这个铃鼓啊在跳舞，然后好像在野外升起萤火，在露营哦，还挂着一些彩旗飘扬。这张牌我觉得你们会有一个值得令人庆祝的这种欢欣的时刻。有些朋友你可能计划着，哇，我要去度假，
或者是说我要去旅游，我要做一个什么样子的活动，是一个很开心的，然后有一些朋友会跟你一起嗨，一起玩。那这一张牌权杖4，金星在牡羊，金星在第一宫，金星啊，它统治着爱情跟美丽，还有各种生活中的乐趣，它会让人变得更漂亮，更有吸引力。所以我觉得这张牌的出现代表说，哇，你们在人际上，或者说在亲密关系上是非常的有魅力，非常的有说服力的。即使你当前遇到一些处境不是这么合你的意，可是当你们一展现出来，你一开口，人家一看到你的时候，那个情势就改变了哦。所以你们的魅力，你们的说服力可以让别人去听从你们，可以去改变这个事情的走向。我看到的是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你们很少会去做一些违背自己心愿的事情，你们不用好像被压着去做什么事情因为你们的魅力，因为你们的那个特质我觉得反而是别人配合你们比较多我看到你们会在外观上变得更加的精致，更加的令人印象深刻，而且你们的生活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充实，会非常的有动力，想要去创造一些事情，表达一些事情，可能是在你们的外形穿搭上，在音乐上，在画图上，在写作上等等的。你们有一种天生的这种磁性吧，像磁铁一样，会吸引到很多人向你靠近。不论你的年龄现在处于什么样子的阶段，我觉得那个魅力都是无穷的。不论你们外在穿什么样子的衣服，就是真的你们整个人展现的特质就是很吸引人的。尤其是这张牌，大家看到这个身体的律动我觉得你们身体的线条非常美丽，非常吸引人。那金星在牡羊宫位，这个星座这个宫位掌管的是头部所以我觉得你们的这个也许有人会换一个新发型嘛，或者是说你会用你脑中的这个智慧跟别人沟通，别人会觉得哇，你的头脑好性感，或者说你的灵魂好有趣，好多人都被你们迷住了。而且我觉得会有一群人好像想要跟随你们，或者是就是被你吸引而来，想要跟你一起玩。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一张牌是我们的帅哥来了我们的圣杯骑士双鱼座好，圣杯骑士是一个很浪漫的情人，就像白马王子一样，风流倜傥，很温柔，很潇洒。我觉得他也是一个魅力十足，有可能你们的这个魅力也吸引到同样的具有魅力的一个帅哥，然后他拿着玫瑰花来找你们，带着鲜花，带着玫瑰来咯。如果你们听牌的是女生，是异性恋的女孩子，这个帅哥绝对是来找你的。如果听牌者是男生那这可能是你们的形象我看到你们把外观打理得很精致然后有这种哇，浑身上下都充满了魅力，即使随便给我穿牛仔裤还是就是迷倒了少男少女，对，迷倒了一群人所以我觉得在感情上你们很可能单身的朋友要留意会有这样子一个对你很温柔，对你很忠诚的人，捧着他的一颗真心来找你，这是感情方面的一个讯息那如果已经在爱情，已经在稳定关系的朋友有可能好，过去的那个木头或者说过去那个你身边比较不浪漫的人突然他心中的浪漫的元素被激起来了，他开始精心的策划一些事情安排一个这种精致的午餐，精心的时刻，给你什么样子的服务，我觉得这个人会动起来。在木头的人心中也有那个温柔的部分，然后圣杯骑士就是要激起他心中最温柔最柔情的部分，让他好好的来对待你们。好，我们看一下塔罗牌的最后一张牌是金币七金币七他也是一个帅哥，对，我觉得
可能是同一个帅哥嘛。好，金币七代表说这个帅哥不仅帅，不仅温柔，不仅潇洒，他有钱，他是一个稳稳的帅哥哦。那如果已经在感情中的朋友啊，这张牌代表说感情会稳定的发展下去，而且你们两个会思考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进入到稳定的承诺关系？暧昧的朋友可能在思考要不要进入到稳定的交往，那如果已经交往的朋友可能会订婚，或者是说进入到成家的这个阶段。另外金币七大家有没有看到他的手啊，这边有一棵小树苗正在成长，在它的土壤底下有各种不同大小颜色的金币哦。这张牌啊是金牛座的牌哦，那金牛座就是一个很务实的星座，所以我觉得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个人哦，这个人他总是会提前考虑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为风险做准备，代表说他们其实在这个土壤里面啊藏着各种金币，就是如果今天粮食不够，或者说钱不够的时候，他永远都可以从底下拿出金币来。那这个土星金牛的人啊，他总是我觉得在财务上是不用担忧的，他们总是很有意识，很有风险意识，不会让自己陷于财务的一个困境，而且他们也是一个很努力工作的人哦。从各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他都是一个会让人超级有安全感的一个对象，一个好的伴侣哦。他甚至我觉得有的时候他甚至是会多去超额工作超额工作是为了想要确保他可以离风险更远一点，或者说他想要更快实现他的目标哦。我觉得跟这个金币七这样子的人在一起你们是可以一起建立一个舒适稳定的一个生活，而这也是他的一个目标哦。这个人具有很坚强的一个意志，以及很系统性的一个方法，他头脑很好，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来完成他的最终的目标。而且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跟他在一起很安心，因为他永远都会有备案，他会把最糟糕的情况都想过一次，一切他都希望能够去掌控得很好，即使今天突然来了狂风暴雨，他都有办法去应对，而且他不会去犯那种低级的错误。我觉得他是一个会把小细节做好的人哦，就像他在出门前会把很多东西都仔细检查一遍，该带的有没有带等等的。这个人他可能有很多很好的一个储蓄，他口袋蛮深的对，他会对自己的金钱负责一样哦，也是对感情负责。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蛮可靠的人，在感情上，特别是单身的朋友，这两张牌的结合是一个很好的讯息。那如果是一个这个男生，你们在听这一组牌的话，我觉得很可能金币七讲的就是你们我觉得你们这个储蓄会达到一定的水位，让你可以很安心，不用担心未来的状况。我觉得你们会往一个更加成熟、稳定以及可靠的这一种方向在前进你们会变成是一个好像是很好的结婚伴侣吧。很多人都会觉得很想要跟你在一起，或者说看到你就觉得很安心很放心，是可以把他的下半辈子交给你们的。我觉得你们会变得非常的成熟可靠，而且我觉得在工作上会变得更加的有效率，更加的能够直指核心跟问题的所在可以去发挥你们的专长跟专才，对，适才适用。我觉得不管是对男生女生来讲，这两张牌都是有一个很光明的未来。好，最后再来帮大家抽一张独角兽牌，看一下第三组的朋友，宇宙最后要给你们什么样子的讯息呢？来，这个，哇，绝对的 yes。 好，你们心中如果有一个疑问，有一个问题的话，宇宙要跟你说，对，是的，就是这样，朝这个方向前进没有错。你们心中如果有疑问的话，这个宇宙给你们的回答是一个绝对的理所当然，大声的说 yes， 对，是的。好，不知道你们心中想要问宇宙的是什么呢？宇宙的回答是对的 yes。 好，
那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你们哦。那如果你觉得跟你的能量符合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领取好运，领取第一组的好运能量。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什么愿望即将要实现哦，美梦成真的时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愿望即将要成真呢？好，那首先呢，我们来帮第二组的朋友们看一下属于你们的一个验证牌哦。好，我们的月相神谕卡，我们的2张牌。好。我们第一张是双鱼座的牌，月双鱼；第二张是摩羯座的牌哦。好，第一张牌月双鱼，他说尊重你的感受。我觉得选到第二组的朋友哦，你们应该是一个直觉能力很强的一组朋友，就是你们很容易发现一些不同的人事物中间的巧妙的一些巧合，或者是说关联性。那我觉得你们是一群不大能够就是别人不大能够去骗你，因为你们看事情总是看得很通透，而且这个通透不是用理性的逻辑的去判断，很多时候就是你的一个直觉，你的一个感觉哦。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特别不容易被表象所蒙蔽，你们能够听出别人的言语或是行为背后的一些言外之意。可能有些人对你是笑着的，然后很热切的招待你，但是你却感受到，他的内心也许是非常不以为然的，也许是非常的不屑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感受到有些人表里不一的一个情况，而且对你来说，这个是非常轻松的，非常轻而易举的，你能够很敏感的去觉知、去觉察这个人说的话是不是违心之论，这个人他现在是不是在撒谎，或者是说他是出于某一种目的要去附和一个人去说这样子的话。所以我觉得你们是常常都在这个世界上保持你们的一个知觉的，你们能够去看透很多的事情，看透事情的一个真相。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一组牌的朋友，你们有点像是来这个地球体验一番哦，你们来这个地球带着你们敏锐的这个觉察力来去观察这个地球上形形色色的人，然后保持的一个距离去看你周遭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那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因为你们有月双鱼的能量，你们应该是非常敏感的一群人，就是你们蛮容易受到周遭环境的那个情绪影响。比如说今天是礼拜五，那也许呢你并不是周休2日的工作，可是你在情绪上就可以很容易感受到，好像很多人都在放松，所以对你来说呢，是一个可以感受到那种共同的轻松的氛围，就是你们很容易受到周遭的情绪，周遭人的那种环境的情绪影响。所以如果今天周遭有很多负能量的事物的话，我觉得你们也容易被干扰。那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比较容易去花心力在观察别人的情绪跟感受上，所以时常呢都会觉得心情上会比较疲惫，然后会受到影响，所以在精神上很难达到一个完全的放松，完全的自由。那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有一些人呢，你们可能过去经历了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个事情哦，可能是关于原生家庭的，或是说过去感情的一个伤害。我觉得你们容易去吸收原生家庭的情绪，或是说你的伴侣的情绪。有些朋友在原生家庭中，如果说你的一个长辈他们过得不好，他们常常找你抱怨的话，其实你们也很容易的被影响。
被情绪勒索，或者是说呢，你不敢潜意识中你不敢让自己过得太好，因为如果你过得太好的话，好像会对他们是一种背叛，就是他们过得很辛苦，而你过得很好。那有的时候啊，如果说你的生活层次上升到一个高度，或者是说你展现出来是非常快乐的样子的话呢，当你的这种快乐，当你的生活圈超出可能原生家庭长辈能够理解的范围内的话，其实你可以感受到对方的那个孤独跟痛苦，以及感受到对方可能害怕你会因为生活圈不同而离开了你们原先的这个纽带，你们会有罪恶感，你们是很容易有罪恶感的一群人。而且我觉得这一组朋友，你们有时候比较容易去讨好别人，你们希望对方能够去爱你，然后而且你们的这个讨好是下意识的、潜意识的，有的时候你是讨好别人而不自觉，就是有的时候你们会去讨好别人，而自己没有察觉到，这个就是一个讨好的行为。那我们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有些人，你们因为本身的这种天赋啊，这种共情、共感、直觉力很强的能量哦，你们有在做修行，或者是说从事一些跟身心灵有关的工作，而且我觉得你们本身的天赋会让你在这一方面很容易取得一个成功，很容易取得一个突破。有些朋友你们可能有考虑往身心灵方面发展，或者是说把它当成一个副业。那第二张牌呢是下弦月在摩羯座，把过去抛诸在脑后，所以你们这边就有一个好像从一个情绪比较强的能量过渡到我们的比较土象的一个能量哦，把过去抛诸在脑后，代表说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在你们的人生中经历过一次很大的蜕变跟改变。当你们能够清楚自己内心的感受的时候，就越来越可以看清楚自己啊，生在这个世界上，以及你目前处于这个环境中的一个什么位置，跟其他人的一个相对的关系哦。我觉得你们越来越有能力去清理，就是你生活中、你生命中，你觉得那些不需要的能量，可能过去这些能量是你主动或者说被动的选择而来的，在你的生命中出现。有的人是主动的去选择一份工作，主动的跟这个人在一起，可是到了此时此刻的现在，也许这些能量已经不再适合你。之前你觉得它好，可是现在呢，这个东西已经对你没有任何的益处，好像继续的纠缠在这边呢，只会让情况越来越糟。所以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会自动的去把一些干扰你的能量做断舍离。可能你们会觉得在这样子的过程中有些痛苦，你们可能会觉得生活有的时候充满很多的无奈跟现实哦。可是我看到这一组的朋友，只要你们相信你自己的能力，其实就能够翻转。你们其实是拥有能力可以去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哦。所谓境随心转，我觉得当你们把过去抛诸在脑后的时候，那个心念的力量会让你的实相，让你的外在环境起了很大的一个变化。特别是我觉得在感情上，有很多朋友在过去的一段感情中，你们好像在玩一场生存游戏，就是你追我逃，我追你逃。可能在这样子的情感过程中，有人是想要透过欲擒故纵获得重视，来达到一个控制的目的。然后在这样子的过程中，关系中比较容易焦虑的一方哦，就会想要更加的努力。我看到你们过去的关系，可能有一个人哦，他是透过断联或是透过失联的方式来测试对方到底爱不爱我，以及对方有多重视我，对方对我的在乎以及忠诚度。那有些人呢，只要在感情中你觉得不安全了，你就会想要把你的心门关起来，退回到自己觉得安全的一个地方哦。然后我觉得在这样子的可能反复的过程中，追逃跟拉扯的过程中，我会觉得
你们可能会很累，在这样子的过往的感情模式中。因此啊，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刻，你们确实心中想要有一个改变，你们可能不想要再这样子继续下去了，你们可能想要去把一些过去影响着你的价值观抛诸在脑后。比如说过去在感情中，那个人他因为不理解你的价值，告诉你一些错误的信念，比如说你不够好，或者说你的外表需要更加的提升，或者说你的钱赚的不够等等的这一些东西我觉得你们有所察觉之后，你知道这不是属于你自己的信念，你们现在要把它做一个翻转。有些朋友看到你们正在经历一个过渡的时刻，你们正在经历一个觉醒的时刻，你们就像摩羯的能量一样，很踏实的一步一脚印的去走，去体验人生中的各种场景、各种情绪，而且你们正在走向一个光明的未来。过去的那一些情绪、那些负能量不再会影响你。好，这个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你们的一个验证牌那如果你觉得大致上有符合你的能量的话，我们就继续的往下听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的朋友有什么样子的好运降临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两张牌这两张牌是好。第一个是说呢，你们会有一个人陪伴你，很幸运的会有一个，就是你们身边会出现一个人，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伴侣，他会好像在你们很迷茫的时候对你们伸出援手。对他来说呢，你是他的幸运，然后对你来说呢，他也是你们的幸运，就是你们是彼此的幸运。这边还有一个四叶草，而且我觉得他可能是在一个你们想要往前走的时刻，你们已经疗愈好自己了，你们决定想要往前走的时候，这个人他会出现，可能他就像蝴蝶一样，会帮助你往上提升，帮助你远离那一些令你不舒服的人事物。当你疗愈好了，当你想要走出来的时候，看见有人他会出现，这个人他可能是你的灵魂伴侣，然后他也可能兼具一个贵人的角色。我觉得他有一点像是来拯救你，或者是说来帮助你离开一个泥淖之地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雷诺曼的牌卡我们抽到的是26号的书，还有31号的太阳书呢，它代表的是智慧，智慧之门为你打开。好，首先呢，我觉得你们遇到的这个人很厉害我觉得他有那种老师啊、顾问啊，或者是专业人士的一个能量。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博学多闻、很聪明的人，他可能教育程度很高，或者是说社会历练很广，然后他从事的是一个，我觉得是需要靠智力，需要靠脑力才能胜任的工作，而且这个工作应该是受人尊敬的一个职业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呢，他的一扇门为你敞开，就是我觉得他会把他的很多经验、很多的知识跟你分享，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跟你做一些好像深度的知识交流的人。这个人是有那种书卷气息，然后可能理解力不错，记忆力也不错，懂很多的东西而且我觉得他会把他的经验，他学习到的知识跟你分享，他打开了一扇门给你。我觉得你们可能可以很轻易的获取一些关键的知识，这些东西是别人可能要就去叠交好几次，或者说可能要去花钱买经验才能够得到的，可是你们却可以从这个人身上得到。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蛮厉害的人，他可能是这种教育体系的人，或者是说他在他的专业上真的是需要念很多的书，做很多专业上的一个学习然后第二张牌我们抽现的是太阳，这个金黄色的太阳，它为周遭带来了很多的光明的能量同时这个太阳的回圈太阳的回归
这一张牌我觉得在感情上可能有一些朋友你们会有，少部分的朋友你们有救人回归的能量。我觉得你们遇到这个人啊，他非常的有活力有温度，让人觉得很温暖，好像每天早上都会就是带着满满的活力来找你，让人家有焕然一新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个人他也是一个自带光芒跟自带荣耀的人，他可能是一个蛮有自信或蛮有自信，或者是说很乐观的人。我觉得他是一个形象上算是有魅力的人。他虽然有一点话不是太多，可是我觉得他一开口就那种金句连连，或是可以很让人折服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基本上会带来很多快乐正向的能量哦。他是一个遇到挫折之后呢，不会在负面情绪沉溺太久的人。那这一张牌啊，有一个31嘛，然后这一张牌的数字是26，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可能你们是在一个月的26或31，就是月底的时候会，如果是单身的朋友，可能在月底的时候会遇到这个人哦，或是说这个人的身上，他的车牌、手机号码等等的，好，有出现生日啊，有出现26或是31这些特殊的一个数字哦。好。再来看一下这一张人物牌卡哦，非常的特别哦，她是女神哦，代表说，我觉得这个人呢，他会非常有活力的来到你的生命中，而且啊，很特别的是，我觉得这个人他会给予你很多的滋养，他会给予你很多的爱，而且明明啊，他是一个这么博学多闻的人，明明他是一个可能很受人尊敬、很崇高的一个职业的人哦，但是他对你啊，就像这种男神跟女神一样，这个不分性别的。意思就是，我觉得在他心中啊，你们是形象非常好的，就像这个女神一样，会闪闪发光。而且我觉得他对你的这个爱当中啊，带有非常多的尊敬跟崇拜，就是我觉得它是一种仰慕的能量哦。你身上有一些特质，他是非常非常喜欢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人来到你生命中，会有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他会给你超乎你所期待的爱。我觉得对你来说啊，他是一个会非常非常重视你，非常非常珍惜你的人。如果有一些朋友，你们之前有向宇宙下订单，说你希望可以遇到一个很爱很爱你的人的话呢，我觉得其实这个人是哦，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爱你，而且非常非常的重视你。假设他要送礼物的话，我觉得他并不会好像随随便便的，就是买一个便宜货给你。相反的，我觉得他是会很用心、很精心的准备你们喜欢的。他不一定是昂贵的，可是你绝对可以感受到他的那个真心诚意。那我觉得这个人心中啊，就他而言啊，你就是那个最完美的伴侣。当然，每一个人都会有缺点，可是对他来说，因为你们的优点、你们的特质哦，正好是他喜欢的，是正中红心的，所以那一些小小的缺点啊，他可能就可以视而不见。而且我觉得这个人对你们有蛮大程度的一个好感，这个好感也带来了很大程度的一个包容哦。可能你们有一些怪脾气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就是缺点，你自己知道的那些缺点，然后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可是对于对方来说，他可能看成是一个情趣，或者说看成是一件很可爱的事情，他能够去接受你，就是我觉得在他心中，你们的形象就是很美好，他不大会去贬低你，应该说他不会去贬低你，因为他疼爱你都还来不及哦。在他的心中，我觉得他是把你放到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位置哦。我觉得你们遇到这个人之后啊，整个感情上的经历会有一个焕然一新的能量。
那如果在稳定关系的朋友我觉得这边有一个讯息，就是你的伴侣会发现你的一个重要性，对你更加的好。也许他过去一直以来都默默的接受你的付出，然后没有去珍惜你，但是我觉得在接下来的这个能量是，他好像会突然的明白，他身边的这个人哇，是这么的值得珍惜所以我觉得有一种你的姿态跟你的付出被你身边的伴侣看见，而且他想要好好的重视你，或者说如果你们的感情有一点冷淡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他会重新的，好像把你追回来，或是再爱一次的感觉。那这一组的能量我觉得你们遇到的这个人，他绝对是在关系中非常真实，非常有真心诚意，然后他非常的愿意去付出，就像太阳一样。在这样子的能量中，我觉得他会爱你比较多一点，就是他会爱你比你爱他更多一点。有的时候在感情中就是有些人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期待，说希望对方给我的爱可以很满到溢出来，让你整个被爱包围。我觉得这个人确实是他有太阳的能量，他可以去滋养你。如果你过去在关系中一直都没有被喂饱，一直都觉得匮乏，都觉得不满足的话，我觉得这个人绝对可以给你带来一个很丰沛、很饱满、很丰盈的一个能量好，那我们接下来还看到的是这个宝剑骑士宝剑骑士双子座的能量这张牌代表说，这个人在爱情上，他真的是完全不会迷惘，只要他下定决心，就是勇敢的前进。我觉得这个人在爱情中他遇到你之后，他有一点像是如骑士般勇敢的前行，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会为了爱情去冲锋陷阵的人。他好像觉得说，我下定决心了，就是这个人，即使有其他人反对，或者有什么距离的因素，他都不管，他就是要把这份爱情追到手，或者说就是要跟这个人结婚，就是非你不娶，非你不嫁。我觉得这边有这样子的一个能量，而且他的行动力很快，有一种直接快速的能量如果说周遭有很大的阻碍，或者说很大的反对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他甚至会带着你私奔，或者说带着你到天涯海角的这个能量我觉得这个人他就是下定决心要去选择这个人，他基本上就会排除万难，不会去理其他人的一个声音即使你们可能抽到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在过往感情中可能有一些经历，也许有些人进入一段婚姻又再离开等等的，其实你们不要担心这个人会不会对你有一些评价，或者说这个评价其实是你自己去给自己的，这个人他并不会这么去看你。我觉得他喜欢你就是喜欢你，而且他的喜欢带有一种包容，还带有一种我觉得算是欣赏，很倾心，很仰慕的感觉。他会把你当成他的男神女神，他会好好的去珍惜你，跟好好的去对待你。如果说你们关系中有很多阻碍跟卡住的部分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有冲锋陷阵的能量，他会努力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对他来说，这些东西都不是问题，也不是障碍。好，接下来呢，我们出现的这一张牌这张牌又是一个四叶草的牌。这张牌是释放你的一个罪恶感，跟前面这一张牌我们一样都出现了四叶草跟幸运草，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真的会遇到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幸运刚刚我们抽到这个太阳其实也有代表很大的成功跟很大的幸运，然后相较于四叶草，我觉得这个太阳的能量，这个幸运是更加的大，所以我觉得光是幸运的能量大大小小，你们就已经有3张牌都是很幸运的能量那今天这个四叶草它伴随着讯息，就是释放你的一个罪恶感，然后它这边一样也是有一个同伴，这张牌也是有2个人跟这张牌有点类似，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你们接下来会遇到的
这个人可能是一个贵人，一个你的这种灵魂伴侣，或者是一个很好闺蜜嘛。就是我觉得你在跟这个人相处的过程中啊，你会更加的发现你身上的优点，你会更加的去接纳你自己。可能你过去啊，在人际关系中，或者说在感情经验中，被贴上一些不好的那些标签，通通会被撕掉，通通会被拿掉。因为这组朋友，也许你过去在一段感情的关系中哦，对方就是他为了要离开，可能找了一些借口，或者是说在关系中，他总是把错推到你身上，来显示出他的一个完美无瑕，或是显示出他的形象多么的好，都没有做错。其实我觉得你们有时候在感情中真的比较委屈哦。可是你们遇到这个人，他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我觉得他会让你重新的接纳你自己，释放你的罪恶感，重新的去爱你自己，因为在他的心中啊，你们就是女神，你们就是男神哦。他就是觉得你们的形象很完美，而且是包含内在跟外在的完美，所以他不理解为什么你可能对自己这么没有自信，或者是说这么的匮乏，这么的没有安全感的。我觉得他的爱会把你完完全全的包围，就像这个四叶草一样，长得满山满谷，遍地都是。而后面呢，有一把熊熊的烈火，这个烈火啊，就是我们要把那些不干净的脏东西，或者是说呢，一直在你生命中，去挤压你，或者是伤害你的能量，把它排除。重要的是要把心中对自己的不自信，好像放一把火一样，都把它烧掉。好，我们的下一张牌哦，由离开目前的这个情势哦，我觉得，这一张牌代表说，你们接下来会获得一个重获新生的能量，一个自由的能量。这张牌画的是美人鱼跟鲨鱼哦，这个鲨鱼啊，它伪装成王子的形象，但它其实是一只嗜血的鲨鱼，所以我觉得。过去啊，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可能在人际关系上，或者说在感情上，有一种被骗的情形哦。这个人他假装对你好，或是对你释出善意，或者说在感情上一开始对你非常的热切，有来有往哦。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下去，你会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哦，你的心很不安定，你的能量在被消耗。这个人就像是一个吸血鬼一样，他其实只是想要你身上的某一些东西，或者是说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其实没有他所说的这么珍惜你。所以我觉得你们即将要从这一种不舒服的情况中离开，或者是说毕业哦。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会越来越明白自己的人生哦，必须要把自己放在优先的位置上。爱情可以再找，可是人生只有一次啊！我看到的是你们并不想要在感情中委曲求全的。我觉得你们会离开令你不舒服的环境，你们会重获新生，重获自由，而且在这个自由的。自由的内涵是，我觉得你们会在心灵上得到一个解脱，你们不再会去好像一直想要去关注某个人的动态，或者是说被一个人的话语跟行为所影响。我觉得你们会获得自由，而这个自由也是很重要的，它是一个必须的过程，因为它是为了让你下一个阶段的成长跟成熟。所以我觉得你们首先会获得心灵上的一个自由，跟人际互动上的一个自由。好，接下来呢是你们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意哦，你们可以去做你自己。就是我觉得接下来啊，你们会越来越活出自我，活出本色，活出你最真实的样子。无论是要活成什么样、什么模样都可以，什么样子的人生，只要是最符合你的风格，以及让你最幸福的方式，都
都可以去尝试看看，因为你的人生只有一次哦。我看到的是宇宙给你很大的提示，就是我觉得你们会带着宽恕、带着感谢、带着理解的心情去爱你自己，爱你自己最真实的样子，而且我觉得你们会很自由、很随心所欲的活着，你们不再需要别人的允许，你们不再受到别人的能量的干扰，你们就是完完全全的做自己，因为你就是你，而且你真的不需要别人的同意哦。也许在过去的生命经验中，很多人会给你很多的声音、很多的建议哦。他们相信，他们知道什么样子的路对你比较好，但其实只有你才可以去知道哪些事情是你真心所爱，以及哪些事情你感到有兴趣，你跟谁在一起会获得滋润，也只有你才会把你自己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然后可以依照你的最大利益去选择。很多时候别人的建议都带有一些私心，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接下来你们会随着你们内在的声音，你们会听从你们的内在的声音去做，不再理会，或者说不再被旁边的人的杂讯所干扰，把原本属于你们的光再次找回来。所以我觉得宇宙给你们的这个美梦成真啊，宇宙给你们的这种好运啊，有点像是你们在心情上会觉得非常的满足，非常的丰盈，非常的稳定，而且你们拥有很大的自由，你可以自己去决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尤其是你们在时间上可以自己去安排你要做什么，你要跟谁在一起，然后你可以依照自己的节奏去往上爬哦，你可以依照自己的方式去画属于你的这颗太阳哦。所以我觉得你们在时间上哦，在金钱上以及在人际关系的交往上都不会觉得绑手绑脚，你都可以依照你自己内心最想要从事的那个模式或那个方向，都可以去往前走。我觉得你们的内心不再会纠结，或者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相反的，取而代之的，它是一个很稳定跟很确定的一个能量。而且前面呢，你们出现的这个灵魂伴侣啊，我觉得你们在情感上得到支持之后啊，其实你的心就会填满，那个空洞啊，那个不安全感都会被填得饱饱的，很满。所以当你的心情稳定下来，或者说当爱情啊、感情这一块有着落，你背后有人在支撑你之后啊，我觉得其实你们对于你自己前方应该要往哪个方向走，你也更加的有自信。我觉得你们会不再害怕，然后很清楚的去往自己的道路前行哦，自己去摘一朵玫瑰给你自己，然后旁边呢，这边还有小天使、小精灵，他在帮助你，他在指引你们。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会去绽放出属于你自己的美丽，而且你会凭着你自己的智慧去做一些决断哦。有些朋友可能是在工作上的一个方向的抉择，或者是说在人际关系上的一个抉择。而不管呢，你们下的决定是什么，你们的灵魂伴侣啊，都会像小粉丝一样，把你们当成男神女神，然后给你非常大的支持。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他会去呵护你，然后他也会去支持你，支持你做你想做的事情。而且这个人呢，他会完完全全的相信你，你是有能力去做到的。我觉得他会非常的支持你往你自己想要走的那个方向去走，不管是你想要创业，或者是说你想要转职，或者说你想要重新回学校进修，我觉得他都会给你满满的支持跟相信，他不会去打压你，他绝对相信我的男神女神是有能力去完成他的梦想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哦。首先呢，这是一个可以去休息小憩片刻的时刻。然后这个 lavender 薰衣草，你的周围会被爱包围哦。我觉得你们接下来会迎来一个比较步调比较慢的时光哦。你们可能可以去享受一些
完完全全的放松，完完全全的独处，或者是一个时间比较长的旅行哦，你可以完完全全的去体验那个旅游的生活啊，然后不再管工作跟学业或生活的一个琐事。然后这一张牌啊，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参加一个什么样子的团体，在这样的团体中都是你可以去信任的人，你们会去做一些事情，这个事情会让你觉得放松，让你觉得有情感认同跟情感支持的事情哦。你们可能会跟你的3、5好友聚会，或者是说啊，你们会待在一个宁静、很美丽、很宁静的环境中，进行一些身心灵上的疗愈哦。那这一张牌的讯息啊，我觉得这个装饰还蛮华丽的。我觉得也许它是你未来你跟你伴侣的那个家哦，或者是说，他在遇见你之前呢，他其实就有自己的房子了，然后他的房子是装潢很漂亮，有点像豪宅的感觉。你一进到那个空间，你就觉得，这个磁场很对，你就会完完全全的放松。那在你身边的又是你最信任、最亲爱的伴侣，我觉得你们会有空间上的可以让你放松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呢，还有薰衣草哦。哇哦，可能你们会有一段时光是可以去充电的、自我学习的，然后可以在一个很好的能量场，在这样子的状态中啊，你们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变得很开心，然后在这样子的能量场中啊，你可以去做你喜欢的事情哦。我觉得这个是宇宙给你的礼物，也是宇宙给你们的奖励哦。因为有些朋友，我觉得在现在啊，你们真的是工作比较累了。或者说在关系上你们是比较辛苦的，你们可能过去啊，在工作上已经得到了一些不错的累积哦，以及不错的成就。可是这些东西相对的，你们真的付出了很多，你们可能需要去加班，或者说你需要 on call，你需要去做很多的努力的去得到的。那现在宇宙告诉你说，你们也要去注意一下你身心灵的状况。有些朋友是你进入了家庭，或者说你有了小孩，然后你花很多时间在照顾其他人，但是你没有去照顾你自己。好，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宇宙真的是要完完整整的保留给你，也完完整整的为你打开一个新的章节。在这个新的章节中，绝对会有人在你背后支持你，互相的给予跟互相的分享，互相的补充能量。我觉得很大程度就是你们的灵魂伴侣在他的身边啊，其实你们可以感受到心情、身心灵上都可以受到光照，受到这种疗愈，受到平衡。你会跟你心爱的人，很可能你们会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哦。你们会从对方身上获得你们想要的滋养跟想要的一个勇气哦。我觉得你在跟你的这个灵魂家族的伙伴，在跟你灵魂伴侣相处的这个过程中哦，在身心灵上都获得很大的滋养跟很大的一个放松哦。你可以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重新好像把你自己重新洗涤过一番，重新把不好的脏的东西洗掉，然后整个人注入了活力满满新的一个能量，整个人都焕然一新，包含你看世界的这个角度。过去可能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的不公平，或者是觉得自己怎么总是没有那么幸运。可是我觉得今天你们的身心灵被疗愈完成之后其实你们会带着满满的感谢跟满满的勇气往前走。好，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蓝天使神谕卡哦，宇宙还要给我们什么样子的能量跟讯息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蓝天使神谕卡，我们有28号牌跟29号牌，一个是保护的能量，一个是疗愈的能量哦。好，其实宇宙它在告诉你，它是一直在看顾着你，它在保护着你们的。在你们的生命中总会出现一些暴风雨哦。可是
在暴风雨过后啊，那个太阳，那个晴朗的天空都会再次来临，这个阳光都会再次照耀，所以宇宙要提醒你啊，风雨过后总会有彩虹，你们不要只看到眼前这个好像乌云密布的一个状况哦。其实这张牌哦，它背后的能量是大天使麦克，所以大天使麦克它会保护你，会让你免于受到伤害。你们不要执着，也不要害怕目前的状况，这个状况很快就会过去，这个乌云很快就会消散。你们要相信。这个暴风雨啊，这个风暴，它只是整个宇宙、整个大自然中的一部分，它可能也体现了人性啊，人性，它是人性的一个部分哦。但是在这个人性中，在这个暴风雨中，其实我们还是看得到希望的。在不远处啊，已经有彩虹，已经有这种晴朗的天空，晴朗的蓝天正在靠近了。所以呢，大家要相信，你们是受到保护的。在你们的周遭，在你们的背后，大天使他正在保护着你，他正在支持着你，他不会让你真的去陷入一些很危险的情境哦，你们绝对能够化险为夷。第二张牌啊是治愈，治愈的能量哦，情绪之海，这张牌非常的美，这个水非常的清澈，非常的透明哦。好。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其实你们本身呢就有很大的灵性能力，很大的疗愈能力哦，所以这一片海是送给你们的。宇宙其实呢一直都在看着你，然后他也很心疼你，也很佩服你，你们一路以来都很努力的往前走，不管你吃了多少苦，你们都是很努力的在爬起来，在往前走，你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所以我觉得宇宙要给你的这个提示，这个讯息就是啊，其实它也会帮助你完成一个疗愈的过程哦。它会送给你这一片这种蓝绿色的海洋，它希望你的心灵得到洗涤跟净化，它希望你可以把过去那些不舒服的情绪、不舒服的能量，以及一些怨恨哦，对某一个人的恨，或是说对于某一些不公平事件的恨，都把它倾诉，对这片海洋倾诉，或是说把它发泄在这里，让水的能量把它带走。宇宙看到你们，不管目前的情况如何，你们都会继续前进，因为你们的最高意识会去驱使你往前走。当你往前走的时候，当你的脚去浸踏在这个清凉的湖面中的时候，其实你们也在一步一步完成这个治愈的过程。希望跟恐惧不会同时占据在你们的心中，所以最后啊，你们要邀请希望进来，请恐惧离开哦。我看到你们会被这一片蓝绿色的海洋所治愈哦，很多的悲伤，很多的不愉快，你们都会放下，而且希望会留下，希望会伴着你们前行哦。这个是宇宙要给第二组朋友们的一个提示，给你们的一个讯息，也是给你们的一个礼物哦。好，以上啊就是第二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解牌有对应到你的能量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领取好运，领取第二组的好运能量。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Hello，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看一下你们有什么样子的愿望即将要被实现哦。第三组的你们，什么事情即将要心想事成？好，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验证牌哦。第三组朋友，你们的验证牌，第一张呢是下弦月在巨蟹座，喘口气。第二张牌是新月在双鱼座，与神灵同类。好，巨蟹座跟双鱼座的牌，首先呢，我会觉得第一组的朋友啊，
你们从小到大可能是属于那一种有苦往心里放的人，就是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的稳定哦，但是其实你们默默的把很多的辛苦、很多的艰难都自己去承受了。那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有一种好累的感觉，就是你觉得好累，但是你都不敢休息，可能是你找不到一个让你觉得可以很安心、很放松下来的地方哦。或者是说你们真的是非常的忙，工作很忙，学习很忙，生活很忙哦。这一组的朋友感觉上你们有一种就是会累过头的感觉，就是很忙很忙。那在整件事情忙完之后啊，常常会可能你们会身心很疲惫，需要很长的一个休息的时间哦。那有一些朋友啊，你们明明知道要喘口气，要放松，但是你又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放松，真正的去休息。你们很像是在游泳，但是你就是一直很拼命的往前游，手跟脚啊不断的往前滑，很害怕你们停下来就会沉下去，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哦。可能你们在工作上啊，在生活上是属于那种遇到事情不大会去推卸责任，不大会去逃避的人。也因此啊，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可能真的在工作、在生活，或者说在你的专业领域上，在学业上都会有还不错的表现。那这个也真的是你们付出了很多所得到的。因为你们可能是属于那种能者多劳，就是别人把事情丢给你啊，你就会想办法接住，想办法解决，你们会扛着很多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有时候你们扛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了。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别人真的很仰赖你，身边的人可能他们没有能力，所以他必须仰赖你。你们也是责任心比较重，你们会默默的接下来，又默默的吞忍。好像一个人承受了很多，一个人在某一个领域，或者是说在你的生活圈中默默的耕耘哦。我觉得你们的精神力啊，其实是非常强大的。如果今天呢要做的事情哦，是你们想要做的，就是你们真心所追求的梦想，你们一定会一鼓作气的往前冲，即使遇到困难啊，你们都不会放弃。而且我觉得你们是那一种会把自己逼得比较紧的人，就是会一直想要往前冲，一直想要去完成你心中所要完成的目标，而且有一个就是想要很努力、快速的去达到那个目标哦。就是你们不是那一种会轻易说放弃，或者是说很随便的就说啊我不要做了。你们不是那种会在工作中、在生活中推事情的人哦。好，那第二张牌呢是与神灵同类哦。这一张牌我觉得非常的特别，我第一次好像是占卜到现在，好像第一次抽到这一张牌哦。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可能可以去吸收到一些、聆听到一些来自其他维度的讯息哦。可能是你们从梦中哦，或者是从生活中去感觉、去感知到一些特殊的，去接收到一些特殊的讯息哦。那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很多人呐，有的时候会把自己抽离开来，以一个比较大格局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可能你会觉得说，你是来这个地球体验的。不管是好的坏的，你都会想去体验。如果今天呢，就算遭到不好的事物、挫折，然后让你跌倒了，你们也会再爬起来，然后去看一看哦，为什么我会在这个石头面前跌倒？这个石头，有多大？它是什么颜色的？然后我下次应该要怎么避开它？就是我觉得你们有的时候会以一个不带情绪的角度来看待周遭一些很令你觉得是奇葩的人事物，或者是说令你觉得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哦。你们能够以一个好像来地球上体验的感觉去看待这一切，一切的经历，不管是好是坏，你都觉得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
你们的灵性修为是蛮高的，而且这个是有一点像是你们一降生上来，降生到这个地球的时候的那个设定哦。你们的这个灵性天赋本身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你们是与神灵同类的。而且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哦，你们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跟想法。你们会有的时候会觉得很难找到真正能够理解你的朋友。你们当然有朋友，有社交，可是我觉得你们的那个心房啊，其实不是很轻易的为别人打开。你们是有界限的一群人哦，就是你看似很好亲近，可能跟很多人都可以做朋友，可是要去达到你心中，好像去触碰到你的心的那个最后一里路哦，要完成那个最后一里路，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呢，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一定只会为你同频的灵魂开放。只有真的你觉得他能够理解你，你讲的话不需要太多的解释，或者说你根本就不需要言语，他能够理解你，才会愿意为这样子的朋友、这样子的同类敞开心房。不然，其实我觉得其他人都只能在你们的心门的外围，就算敲门，你们也会笑笑的，但是不会请他进来，就是笑笑的婉拒等等的。好，那以上啊是有关于第3组朋友你们的一个验证牌。那如果你觉得前面的讯息哦，其中有符合到你的，你就可以继续听下去。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雷诺曼哦，35号、4号，还有6号牌。好，那我们首先呢抽到的是35号船锚这一张牌哦。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哦，不管外在发生什么事情哦，有什么样子的风浪哦，我看见你们的心都是非常定的，就像船锚一样，是非常的稳定的。不管生命中遭受到什么样子的关卡，什么样子的挑战，或者说你身边出现什么样子的情绪吸血鬼哦，我觉得你们的心是非常的稳定的。或者是说，我觉得你们会有一个保护自己的能量，不大会随着外界起伏跟动摇哦。我觉得这个船锚啊，画在手上，有点像刺青在手上的这个讯息哦，其实代表说你们已经决定，或者说你们已经知道接下来要往哪里走。我看到你们的心态是比较乐观，或是比较稳定的。你们知道，在这个现实中，不免会有小人，或者说不免会有人去扯你后腿，不免会有人要去影响你哦，或者是对你造成一些困扰。但是对你来说啊，这些东西我看到的是，你们不会怨天尤人，而是你们会想办法去解决，想办法在自己的身边啊，建立一个这种保护你的能量场，让别人不会很轻易的去影响你跟动摇你。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一组啊，你们的心哦是非常的稳定的，非常的不可动摇的，而且我觉得你们会很执着的、很笔直的朝着你的那个梦想、朝着你的信念前进哦。即使中间会有关卡，即使中间会很辛苦，我觉得你们都会非常的去稳住你的内心哦，将那些浮动不安的情绪去排解掉，或是让它稳定下来。对于你想要获得的事物啊，坚持不懈的往前走。那第2张牌啊，我们出现的是家哦，蓝色屋顶的一个家哦。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很可能哦会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避风港、避难所，或者说实质上的，你们就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家哦。
那不管你拥有没有这个房子的所有权，至少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啊，你是可以很放松，你是可以觉得很快乐的。你会在这个地方，你会觉得我每一天都有地方可以回去，在这个地方啊是你私人的，你可以在这里尽情的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安全可靠的地方，你们不会有居无定所，或者说常常要搬家的感觉。而且我觉得这一组啊，这个家不只是形体上的房子，我觉得很多人你们会找到属于自己人生中的那个伴侣，就是这个家里面它是有人的，你每天会很想要回家，因为这个家里面有你心爱的人。在这个家中啊，我觉得你们有可以进行各种你在外面没有办法做的事情。在这个家中啊，我觉得你们会发展出属于你们的一个生活模式哦，就是你会在这里可以完完全全的放松下来。因为这组朋友一开始就说你们要喘口气，要放松一下，然后我觉得这个家它是一个让你可以完完全全身心灵都完完全全的松下来的感觉。你们不用再去盯着，或者说你们不用再去维持某一个社交的形象，在这个家里面呢，是完完全全属于你和你所爱的人的。这个房子啊，它代表的是第4宫哦，我觉得它跟前面这个船锚一样哦，都代表说，我觉得你们接下来的生活大致上就是很稳定，而且它是有一个内外在都稳定的感觉，你们的心是稳定的，而且我觉得你们住的地方啊也会稳定下来。有些朋友可能在搬迁啊，在找房子啊，在找一个适合你居住的地方，我觉得你们会找到，而且这个地方是不会让你说这种好像阳光很阴暗，或者说回到家还会觉得很压迫的，我觉得不会。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你住起来就很舒服的一个房子。那第3张牌啊是这个云哦，云啊在雷诺曼里面本来是有一种混乱不安的迷雾的感觉，但是呢，我们的这一朵云啊，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咖啡杯？所以这一朵云啊，这一张牌的感觉哦，就是你们已经拨云见日了，你们已经可以很舒服的去喝一杯咖啡，有一点像是笑谈过往等等的。你们如果过去在这种人际上跟某个人有冲突，或者是说你在精神上觉得情绪起伏比较大的话，我觉得这些风波、这些风暴、这些令你觉得很沉重、这种灰蒙蒙的感觉都会过去，一切的不明朗，一切的就是等待那个讯息一切没有尘埃落定的东西都会拨云见日哦。这个云呢，它是散开的，而且我看到的是，你们可以很轻松的就坐在那边喝下午茶的感觉。这些问题困扰你的问题，或者是说某一个困境、某一个纠结，或是某一个角力的场景这些东西都会有清楚的答案。那一些阻碍你视线的云啊，它们会自动的散开。我觉得这个是宇宙给你的礼物，你们其实不要去困扰。如果你身边有小人，这些小人会自动的离开你们不需要去出手，你们只要喝咖啡，悠闲的等待就好了。如果身边有一个困扰你的情境，或者说如果你们在等待什么讯息的话，宇宙也请你心静下来，安静下来，有一点像是放松的等待。有些朋友你们可能在学业上在等待一个入学的通知，或是考试的结果，或者是说如果你们可能在找教授在知道我到底可以跟哪一个教授一起做研究等等，或是说在工作上你在等待一个转职，你在等待一个升迁的机会，或者是说你的组织有什么样子的变动，这些东西都会明朗下来。而且我觉得大家的那个就是大家听到那个结果烦躁的心情会很平静，甚至你们在等待结果的这个过程其实宇宙就告诉你，真的不需要担忧，不需要去害怕，你们会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而且我觉得这个答案是让你觉得可以舒心的，让你可以觉得放心的。
那总结这3张牌的能量啊，我觉得在接下来哦，你们的生活会越来越有起色，越来越精彩，有一点像是从一个很累，或者说一个比较混沌的状态哦，走向光明，而且你们会让自己的内在力量一点一点的扩散，一点一点的发光发热。我看到的是你们会非常相信自己的能力，然后相信自己是有能力完成你想要完成的事情，去到达你想要到达的地方。而且你们会有坚定的意志力，就是勇往直前。那房子啊，在这边有些朋友你们可能有成家立业的打算，我看到在经济上你们也会变得非常的一个稳定，你们已经够成熟够稳定，你们可能还有在思考说孕育下一代的事情哦。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蜕变的过程中，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绝对会在生命中越来越能够去掌权，就是你越来越有自己的话语权，越来越不需要去听从别人给你的意见，你可以去发声，而且你的声音会被听见。这是因为你们从以前到现在真的累积了很多厚实的基础跟实力。那现在啊，你们愿意相信自己，你们愿意把心定下来的时候，其实就是过去啊积转的这些经验值啊，这些能力啊，它就是要发光发热，这些乌云啊，这些小人啊，就是要退去了，它没有办法再影响你。好，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哦，40号牌，他说不要去隐藏你的光芒哦，这张牌是一个在夜晚的森林中，这个毛毛怪啊，它在森林的最深处哦，手中呢捧着一个这个装有萤火虫的透明玻璃瓶哦，它很小心翼翼的看着其中的这个光芒哦，它是在一片黑暗中唯一的一个光芒哦。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接下来哦，你们真的不想要再去纠结，不想要再去耗太多的心力在那些无谓的，或者说不服务于你的人事物哦。我觉得你们会清理掉一些负能量啊，把自己的干净的纯粹的能量还给自己。当自己去爬理爬书之后啊，我觉得你们的思路会越来越清晰，也会越来越放松。在你们的人生道路上，在你的人生轨迹上，我觉得你会成为你自己的主宰。我觉得如果是在家庭中，有一些朋友你们可能会拥有那个话语权，或者说拥有实际上这个经济的掌控的一个能力哦。这个并不是说你要强行的去拿这个东西，而是我觉得你们本身就有能力把家庭，或者是说把这个经济运营的很好，你们本身就是有光芒的。我觉得你们会自己去挣脱某一个束缚，然后非常勇敢的相信自己内在的声音，内在的光芒。因为有些朋友，你们过去啊，可能是比较顺从的，或者说在生活的优先顺序上，你们会多考虑别人一点，然后把自己排到后面。那我接下来看到的是，你们将会活出一个很独立、很自主的自己，依照自己的内心，依照自己的价值观去判断、去争取、去表达。你们不会再做那些违背自己心意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你们不会放弃自己的梦想，你们会去勇敢的争取、勇敢的表达，然后不会轻易的跟周遭的人事物妥协。我觉得你们的这个能量啊，非常的厉害哦。一些本来看轻你的人，或一些本来打压你的人，他们都不敢再去看轻你，或是打压你。相反的，他们会为你鼓掌，或者是说，觉得你的力量太强大了，他想要去加入你等等的。我觉得你们就是一个非常的，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走的一个能量，而且越走越强大。本来这个光啊，可能只能照耀这个毛毛怪它脚前这个微小的一部分哦，但是我看到接下来你们的这个路会越走越明，越走越亮。因此很多怀疑你的人，很多打压你的人，最后都会对你投以很钦佩的眼光，觉得你们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厉害。所以我觉得你不仅会重生，你也会让周遭的人刮目相看的一个能量哦。好，接下来看到在夜晚中啊，会变得更加的孤单吗？好，其实这张牌在说什么呢？
这只毛毛怪啊，它在黑暗中，有点像是在迷雾中迷失了。这个时候啊，它身边飞来了一些小鸟，飞来了一些动物，然后有一只停在它的背上，有一只停在它的手上，另外一只正在靠近它哦。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会就是你们越走会觉得身体更加的轻盈，而且在你们的生命中会发生一件事情。我觉得过去啊，如果你跟某一个人哦，你们有过吵架，有过断裂，或者是说有过那种撕裂，在关系上很受伤的事情的话呢，有可能啊。不管是你先发起，或是对方发起，我觉得很有可能啊，你们会重新的去，说出真心话，说出内心的真实感受。这个一开始它，并不是一个很愉快的过程。一开始它可能是压抑了很久，一次的爆发，累积多年的情绪就爆发了。有些朋友可能是酒后吐真言，对方对你酒后吐真言，突然来了一通电话，或者是说传了很长的讯息给你，也有可能是你这边去发动的，你去跟某一个人哦，你们一直有很长的那种爱恨情仇的纠葛拉扯，他可能是一个原生家庭的人，或者是说是你过去的一个恋人，或是说你现在的伴侣都有可能，就是有一个一次打开天窗说亮话，你这边或是他这边起头的都有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你们会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倾诉啊，其实是非常的，就是要看到这个真相，这个过程它会很痛苦、很艰难。可是把这些话说完之后，我觉得你们双方都会觉得很舒服。对于你们双方的关系，其实是一个全新的转机的时刻哦。你们也许一开始对于这个人这一段关系哦，你可能真的就是有一点想要放弃，或者是说你觉得你就算说出来也不会被理解。可是呢，在真的这样子最低潮、最黑暗的时刻啊，我觉得你们还是会勇敢的跟对方沟通哦，或者是说，如果对方传了很多的讯息，跟你说了很多的真话的时候，你们也会勇敢努力的说出当时你是多么的撕心裂肺，多么的痛苦，多么的失望。你们可能不奢望对方能够理解你，可是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刻，我觉得对方会读懂你的讯息，他会读懂你的表达，他会理解你所说的内容。同时啊，我觉得你们也会去理解对方他的处境跟他的一个艰难。因此啊，某一个原先很紧张的关系哦，我觉得它是可以松下来了，因为你们两个都会透过这一次大爆发。沟通之后啊，我觉得你们两个都会从过去的某一种情绪的勒索中，或是某一个拉扯的关系中毕业。你们两个都会看见双方在这一次爆发性的沟通之后啊，变成更好的人。那种情绪不再紧张，也许本来你对他是有恨的，或者说他对你也是有很多的不谅解。我觉得这些东西会被松开。有一个你们两个可以好好的倾诉，一开始很痛苦，可是最后啊，绝对是一个很疗愈、很舒服的一个结果。好，第三张牌呢，它是一个幸福的团圆的一个时刻。我觉得这一张牌啊，对某些朋友而言，它可能是你前一个阶段大和解的对象。当你们大和解了之后啊，到了下一个阶段哦，我觉得你们被疗愈完之后啊，其实你们有一点像是伸出手来走向彼此，并且在彼此的陪伴中得到了认可，得到了支持。这个有点像是有些人可能是一个找回失去的一个爱情，并且重新在生命中、在生活中去确认、体认彼此的一个重要性。那另外一些朋友啊，我觉得这种幸福的团圆啊，它可能指的是说，在前一个阶段哦，你跟某人的这个关系很紧张，然后互相要经过沟通的那个阶段，这个人哦，这个团圆的人，他可能是陪在你身边的。
当成润滑剂的一个你的一个伴侣哦，可能在你跟某人关系很紧张的时候，他可以出来中介，他可以出来调停，或者是说他在背后支持你，他在背后就像是一颗定心丸一样，让你觉得很安心。因此经历过这一次的事件之后啊，我觉得你们的感情会更好，因为你觉得你是被他支持，你是被他理解，你是被他看见，你是被他听见的，所以我觉得你会更爱他。这个是两个灵魂的一个结合，而且我觉得你们不单单只是那种只有名分关系，或者说只有表面关系，相反的，它是一个很深层次灵魂与灵魂的对话。我觉得你有一种你终于确认这个人在世界上是你可以信赖的，他是完完全全不会背叛你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下一张牌哦，是这个水流哦，潮起潮落的一个感觉哦。就像月亮啊有阴晴圆缺一样，这个水流也会互为消长，互为盛衰哦。这一组牌啊，这一张牌哦，大家有看到有一个，就是有两只这个毛毛怪哦，有一个应该是妈妈，另外一个是小孩哦。小孩正在玩水，然后妈妈呢正在抬头看着这个丰盛的水流，她正在看着这个水的源头往上看哦。这张牌啊，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将会找到一个属于你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位置哦，而且有的时候呢，我看到你们在生命中啊，我觉得你们会越来越成熟，宇宙会给予你们一些责任。这个责任可能是有些朋友在生命中，在生活中你们会提携后辈，或者是说你们会照顾小孩，照顾宠物。我觉得你们已经足够成熟到除了照顾自己之外呢，也能够去照顾别人。而且我觉得在这样子的关系中哦，你们可以从照顾别人的过程中去体会到一个爱与被爱的一个感觉。那在这个水流潮起潮落的过程中，我看到的是你们会更加的顺流。有的时候在生命啊走到一个坎，不知道往哪里前进的时候，你们会遇到一个指引，你们会遇到一个人生导师，对你们来说就像醍醐灌顶一样，为你们开启不一样的思维，提供不一样的见解，让你可以多方的去思考学习，找出一个解决的方案。而且啊，我觉得在你的生活中，一切都会变得更加的美好，就像这个很丰沛的水源一样。你想要争取的东西，它会自己的流向你，它会自己来找你哦。有点像是你想要的工作，自己到你的面前提供一个机会，给你一个 offer， 或者是说你期待的爱情，那个爱人他会自己向你走来。因为这个生命啊，这些礼物啊，这些幸福，这些幸运啊，它会被你成功的显化出来。那你们要做的就是呢，和宇宙以及和你所爱的人，或者说和你所照顾的人一起将它显化出来，把你的梦想显化出来。你们要相信，要等待，然后要让自己的心打开去看见这一片宇宙的源头。它其实是很丰沛的，它其实是无所不能的，它能够提供一切你所需要的资源。所以大家要相信，这个有一个很棒的力量，就是你们只要相信，你们只要顺流，你们只要臣服，一切啊其实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奇迹真的会降临，而且在你的世界中会有一个能量反转的感觉，就像这个好运源源不绝的流向你们，流到你们的面前。有些朋友，你们的好运它是一个双份的礼物，双倍的好运，也就是说它可能伴随着你的爱情跟财富的讯息哦。也许你遇到这个爱人，他非常的强大，他带着这种满满的物质世界的丰盛来找你，或者是说他的成就比你还高，他在你之上，所以他可以成为你生命，成为你事业的一个贵人，让你整个生活圈、生活品质都往上提升，带你迈向一个阶级的跨越。有些朋友真的是一个复合式的双倍的一个讯息，你的爱人伴随着丰沛的这个财务上的资源来找你。好，
接下来呢，哇哦，接下来你们要去屠龙了，你们要把他们杀得精光哦。好，大家看到这个女生啊，她有一只脚其实是穿的辅具的，可是她还是很勇敢的向前走哦，拿着一把非常锋利的王者之剑哦，她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归哦。好，我觉得宇宙啊，接下来哦，他要把这种审判的力量交给你们，你们要自己去屠龙，而且宇宙给你一把尚方宝剑，它是非常厉害、非常有力量的。有的时候啊，在你的生命中会遇到一些人哦，他对你其实是有不好的意图，可是他表面上假装对你很好，就像这些龙一样，你会可能沉浸在他的甜言蜜语之中，直到你发现原来他是有毒的，原来他是会虐待你的，所以你们必须啊，要自己勇敢起来，自己站起来，在那些龙来攻击你之前呢，你先去把他们杀个精光，去夺回属于你自己的城堡。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接下来在生命中会有一个很大的觉醒，很大的改变哦。你们会真正的去爱自己，你们真正的会去相信自己的力量哦。也许过去啊，你会觉得，我的腿受伤了，可能不能行走。但是我觉得现在啊，你们会就是勇敢的带上这个辅具，然后把自己的伤口包扎好，告诉自己你自己是可以的。虽然你曾经受过伤，可是这并不妨碍你去为自己争取，这并不妨碍你勇敢的去夺回你的城堡。我觉得你们会成为自己的啦啦队，你们会去重视自己的需要，而且照顾自己。当你在最肯定、最接纳自己以及最爱自己的时刻，我觉得你们不管外在的环境是怎么样，有多么多的这个龙，你们都会很勇敢的向前，而且你们会有力量哦，因为你相信你的内在是平安的，宇宙是保护你的，它给你这一把王者之剑，它就是要你自己去实现正义，让你那些你过去欺负你的人，或者是说你觉得很不爽的事情哦，就是用这一把剑，所有的剑去把他们杀死，跟他们做一个对决，一切的正义都会浮现，而且宇宙要把这个决定性的时刻，这个力量交到你手里，让你亲眼去看见这些不好的东西，这些小人消灭的一个过程。你们可以亲眼的看见他在地上求饶，或者是说他在痛苦的呻吟。你们最终会夺回自己的城堡，你们最终会找回自己的一个力量。好，下一张牌哦，我们是45号牌。这张牌啊是王位，这张牌是掌权，这张牌告诉大家你们的潜力哦是无限的。我觉得抽到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有可能在工作上，或者说在生命中，你会往上去挑战。可能你们从一个这一种被管理者，然后去竞争一个管理的职位，或者是说呢，你在现在的领域已经熟悉了，你想要去挑战一些跟现在不一样的这种职位，或者说不一样的组织中不同的一个部门。有些朋友可能会选择外派，或者是选择做跟以前不一样的事物。在这样子的过程中，我觉得你会找到哪一个是比较适合你的本性，哪一个地方是可以拥有空间让你更大的去发挥你的一个专长哦。而且这一张牌很厉害哦，大家看到有3个这个王位，你们可以成为女王，然后你们也可以成为女巫，你们还可以成为美人鱼。这个代表说，我觉得你们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你可以是一个强大的女王，既温柔又勇敢，你也可以成为一个有魔法的女巫哦，好像可以去看透一切的事实的真相，或者是说你们有的时候可以成为柔弱的美人鱼，当事情太多太繁杂的时候，你们也不要把自己操坏了，你们可以用撒娇的方式，或者是说你们可以用一个比较温柔的口吻让大家来帮助你，或者是说把这些事情很婉转的好再转出去，
再去给别人做，不要全部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你也可以发挥你美人鱼的特质。如果说你是一个新手，你没有经验，你可以就是透过一些技巧，或者说透过你的言语透过你的这个美人鱼的魅力，请别人来帮助你，请别人来指导你，寻求协助也可以，或者是说发挥你的魔力也可以，或者是说像女王一样很强大的这种力量，各种组合都可以，因为你就是有无限的可能，你可以在不同的情境善用不同的力量，美人鱼、女巫或者是女王，然后你可以在事情的当下去分析哪一种组合对你来说呢是最有利处也是最有力道的。因此你可以去选择你要怎么样子在工作上在生活上跟别人沟通，用什么样子的姿态来应对周遭的环境。好，接下来呢，这张牌它画的是花对自己诚实这个女生呢，她躺在草地上，然后她头发散开来，就是很漂亮，像水流一样散开来，有非常多的花朵，黄色的小花掉落在她的身上。他捂住了嘴，好像想说又不敢说，不敢说出口。那这一张牌要告诉大家说，你们绝对要对自己诚实当你们对自己不诚实的时候，其实会对自己造成很大的伤害。那我觉得出现这张牌在接下来的过程有一些东西你过去在你心里，但是你选择忽视它；有一些东西你自欺欺人，但是呢，我觉得是时候你们必须要去面对了，不论结果如何，你可能觉得揭露一个真相，或者是在一个感情，在一个状态中，你去看见那个事实，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可是这张牌说，其实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糟你们必须对自己诚实，正视自己内心的感受。比如说现在做的这个工作，现在处于这个环境，这个人际关系，究竟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呢？还是你为了要跟某一个人在一起，你是做了很多的牺牲退让跟忍耐，甚至是说在某一个情境中，你说服自己说你其实是可以接受的，或者说大家都是这样所以我这样子也没有不好或者是就是用各种理由来合理化，帮对方合理化，也合理化自己去接受这件事情，是不是呢？其实你们内心自己知道。我觉得这张牌有一个这些真相要被说出，这个手挡在嘴巴的这个手，宇宙会帮你们移开所以你可以去对自己诚实，虽然会有一点不舒服，可是结果没有你想的那么糟。而且这一张牌宇宙告诉大家你们可能真的很容易给自己累积太多的压力，太多的东西在身上，因为你们很多东西都不说嘛，就像一开始抽到的喘口气你们很多东西就是有苦都不说，都闷在心里，所以你们要试着去释放自己内心的一个压力，或者是说一些比较阴暗的一个能量你们可以去多多亲近大自然花花草草等等的，或者是说呢，你们去做 SPA 去按摩，或者是说去泡个澡，去一个地方度假，去旅游等等的，然后让自己的心情，让自己的能量重新整理过，不管是接触大自然，接触艺术，或者说在某一个宁静美丽的空间去跟你的好友那种很亲密的谈话都可以。你们需要一些帮助，你们需要一些放松，你们需要让自己把事实的真相讲出来，把内心的压力都舒展开来。如果你不想要跟别人讲，你也可以就是在自己独处的时候让这个能量重新的调整，重新的充电。如果你觉得外在没有资源，或者说没有地方让你放松的话，其实这张牌很建议就是你们多多去亲近大自然，你可以去换一个环境，离开你现在可能原本就是很熟悉的环境，去某一个地方度个假，就是整个让你觉得焕然一新，语言跟文化都不同的一个地方让你重新像是一个海绵一样吸收新的好的能量所以这张牌要告诉大家对自己诚实，而且宇宙会帮助你把
你的这只手移开，帮助你去说出你的真心话，然后你会去看见，哎，原来你面对真相之后啊，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可怕。真的，大家不要担心，你可以去放心的去面对你现在可能不敢面对的一些事情哦。宇宙会帮助你，宇宙会照顾你。好，我们最后啊，再来看一下蓝天使神谕卡哦，宇宙给我们的一个指引跟讯息哦。这张牌是光的神圣维度，是通往光的神圣维度的路哦。在你的生命中啊，除了你肉眼可以看到的维度之外啊，我觉得其实这一组的朋友，一开始你们就抽到与神灵同类，其实你们真的有。就是当你静下心来哦，其实你可以去听到，或者是说接收到来自其他维度的一个光跟讯息哦。有一些东西其实是隐藏在你的体内的，它可以透过你的灵性，通过你的思想去察觉。当你心灵平静的时候啊，我觉得你们就会来到一个好像可以通往光的不同维度的一个道路哦，那是一个语言无法描述的地方哦。我觉得你们的灵魂可以超越肉体的界限，超越世俗的局限，达到一个很不一样的所在哦。这个有一个这种启发的感觉，光启之地哦，你可以。当你们静下心来与自己对话的时候，其实你会感受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平静。你们的思绪哦，每个念头就像一个种子一样，最后都将转化成光明光亮，最后会引领你到一个更深层次的平静。我觉得天使会在这边出现，帮助你连接精神世界跟3D 的物质世界中的一个桥梁，它会指引你通往光的所在，沿着这一条光的道路进入到这个更深层次、更高维度的一个地方哦。也就是说啊，其实我觉得宇宙会给你很多的讯息，这个讯息是不可言说的、专属的、属于你的。你可能就是会有一个灵感，会有一个直觉告诉你，有一个声音告诉你说你应该要怎么做，或者是说你今天在做选择的时候应该要做哪一个选择，要不要说哪一句话，或者说你应该接受哪一个 offer， 应该要跟哪一个人在一起。我觉得你们的声音会，你们的心里会有声音，那个声音非常的清楚哦。你的内心的源头会有很多的爱，我觉得你的那个视线，你的这个视野，未来的视野往前望出去是充满光明的。你们会到达一个奇异的最高点，这个最高点是没有办法用过去的经验所框架的。我觉得你们会跟着天使一起经历你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世界哦。天使会带领你去看见一片光亮，一片光亮的世界。你的生命中接下来会发生很多的奇迹，这些奇迹啊，就是你要去倾听你内心中的声音，一个一个。天使啊，会为你们去点灯。有些朋友，你可能就是之前啊，收到一个比较大的工作上或者说感情上的一个打击哦，你可能还在沉潜，还在想着未来应该怎么办，很害怕说你未来在感情在生活中会不会重蹈覆辙，再一次发生令你难过的事件呢？我觉得这张牌告诉你，大家不用担心哦，因为接下来你们会有一个充满光明、好的一个结局，好的一个方向哦。你们不要害怕，在这张牌中没有很多的阴暗，没有很多的恐惧，就是光会照亮你，你会感觉到很温暖。你们可能会觉得很感动，会想要流下泪来，可是这个泪不是难过的泪，不是恐惧的泪，不是害怕的泪，它是因为终于得到幸福，终于好像来到这个光明的地方，可以松一口气的那个感动、感激的眼泪。好，我们的最后一张牌哦，我们要扬升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地方哦，扬升到光之所在哦。这一张牌哦，它有一个很美的意涵，就是说一切哦，最终就是圆满，一切也只能是圆满，一切必须是圆满。当你们往前走、往前看的时候，会发现，原来啊，
你生命所经历过的那一切哦，最终啊会被一个圆满，会被一个幸福包围。过去那些你觉得卡住的难关，过去那些让你难过的事情哦，其实回过头来去看，那些只是一个擦伤而已。我觉得你们会好像在生命中更加的从一个整体来看待你现在的一个处境哦，而且你会觉得生命中很多的事情啊，其实都是不断的在转变哦。现在遇到的一些低潮难关，它也只是一个瞬间哦，随着生命之流继续的流动，你们可以去轻轻松松的度过这个你觉得是卡关的瞬间。而且我觉得你们可以自然的去接受生命中的种种变化，你们的心绝对会更加的宁静哦，你们会有一种好像心流吧，从心源自于心的一个喜悦，源自于心的一个感动哦，你们不需要去控制，你们放下控制，你们也不大会再受到周遭的这个动摇，因为我看到你们的心是圆满的，而你外在呈现出来的实相也是圆满的。有些朋友过去啊，可能会觉得人生很不公平，明明这么善良努力，却好像被老天爷开了玩笑一样。你们可能心中有一个恨哦，对于那些不公平、不正义的一个事情哦，你们明明往光明走，你们明明往正道走，却好像没有好结果。反而那些恶人先告状，或是走偏门的人啊、劈腿的人，却好像达到成功，或者是顺利上位，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抢走了你原本应该属于你的东西哦。我觉得这些事情哦就不会影响你，因为你们的格局更加的开阔了。你有点像是明白那个人得到的那些东西，他可能是暂时的，或者是说那个人握在手里的感情、手里的那个工作、那个位置哦，他表面上觉得很好，可是以长远来看，那个东西真的有这么好吗？我觉得你们过去不能够释怀的东西，那些事件，你们都会有一个明白，为什么当初要发生那件事情，以及有一些东西当时没有得到，或者说当时失去了，也未尝不是一个好事，因为接下来宇宙要给你更多、更美、更好的一个爱，更安稳的一个生活，以及更光明的一个未来哦。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三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解牌有对应到你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领取好运，领取第三组的好运能量。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咯，祝福你们，拜拜。